男人一觉醒来，竟然发现白色床单上有一抹鲜红，而且自己身上半根线也没有，甚至腰酸腿疼，头也懵。昨天在赵家参加堂姐婚礼喝多了，迷迷糊糊好像睡了一个女人。那个女人是谁？我怎么想不起来了？事关女人名节，更何况这是80年代，林平安不敢声张，悄默默地跑回了自己家。还是等对方找我吧。果然1个月后，女方就找上了门，一家人气势汹汹，像要吃人一样。林平安，你睡了我，现在我肚子里已经有了你的种，你必须娶我过门。姓林的小子，你敢睡我女儿，今天你必须给个说法。林平安，你睡了我妹妹，我打死你！没等林平安反应过来，赵松砂锅般的拳头就砸了过来。林平安脸上重重挨了一拳，身体失去重心，脑袋正好磕在石桌角上，当场就昏死了过去。与此同时，30年后的省医院病房里，老年林平安浑身插满管子，带着氧气。林平安，当年和你睡觉的女人根本不是我，是赵婉婉那个哑巴。临死我再告诉你个秘密，你疼爱这么多年的儿子不是你的种。刺激吧。当年在医院，赵婉婉来找你比划半天，可你一点看不懂。我说她想抢孩子，你还真信了，甩了她一巴掌，让她永远不要出现。因为没钱，你的双胞胎女儿全死了，她也跳了河。他妈想来找你，被我奶卖到山沟沟里，活活打死了。我不甘啊，辛辛苦苦挣下了1万家产，便宜了这对白眼狼。赵婉婉居然生了双胞胎，自己却全然不知。为什么不学学手语？为什么？头好痛。姓林的，没死就他妈起来！今天必须给我们赵家一个说法。赵松，赵小云，怎么这么年轻？我不是死了吗？难道是穿越了？哼，赵小云，你肚子里怀的谁的野种，想赖在我的头上？姓林的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你敢不承认是不是？老子今天废了你！赵松做事又要动手，没想到林平安此刻换了人，一拳就将赵松打倒在地。这时林平安的母亲从地里回来，一听说儿子睡了人家闺女，立即就复燃下来。赵家他婶子，我们娶，你说个条件吧。娶我女儿不是动动嘴皮子就行的，你们家这条件给300彩礼，外加3转1响就成。他婶子，这也太多了，别人家都是100块，你要300还要3转1响，我们家拿不出来啊。拿不出来就敢睡我妹妹，妈，报警告他强奸！哼，赵小云，你说是我睡了你，可有什么证据吗？难道你看清了？不对，你睡的就是我肚子里这就是证据。哼，我睡的女人我能看不清吗？妈，我现在就带你去。说着母子俩就要往外走，赵小云一看急眼了，自己肚子越来越大，再不吓人就来不及了。婉婉没有来，肯定是被关起来了。原来赵婉婉是赵小云的堂妹，母女俩相依为命，经常被赵小云一家欺负。想到这些，林平安大步跑向赵家。男人重生80年代，睁眼就遇上大肚子女人上门逼婚，而且彩礼必须300块加3响1转，如果不答应就报警抓他坐牢。前世男人稀里糊涂就答应了，因为那晚喝多，他也不记得女孩长什么样，于是就娶了这个上门逼婚的赵小云。然而在他60岁这年，突然遭遇了一场严重车祸。病房里，赵小云吐露了真相。当年他睡的那个女孩，其实是赵小云的堂妹赵婉婉，那个哑巴姑娘。而赵小云肚子里的，其实是别人的野种。赵婉婉则给她生了一对双胞胎，因为没有名分又穷，最后抱着孩子跳河自杀了。得知真相后，林平安眼睁睁看着自己养大的儿子拔掉了自己的氧气管，谁知再睁眼，他竟回到了赵小云上门逼婚这天。林平安发誓，这一次他要守护赵婉婉。揭穿赵小云的阴谋后，林平安带着母亲直接冲到赵家，直觉告诉他，婉婉和她妈妈肯定出事了。母子二人刚冲进院子，堂姐林景秋和赵老太迎了出来。大伯母，平安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巧云他们没去你家吗？哼，赵巧云找我做什么？林平安目光扫向院落里的4间大瓦房，东厢房上锁，西侧则是猪圈鸡舍。林平安朝东厢走去。上回你结婚，我落了东西，得找找。赵老太见状，横身拦住，拐杖在地上戳得咔咔响。1个月前的事还能找着？别是来偷东西的吧？我家柴房能藏什么宝贝？突然，锁着的厢房传来砰的门响，
林平安一把推开赵老太，冲向房门。里头有人吗？平安，别闹了，里面什么也没有。林平安不理会这个堂姐，他抄起一旁的锄头砸向门锁，没想到林静秋扑到门前挡住。要砸先砸我！林静秋，我的脾气你是知道的，念你是我堂姐，我不跟你计较，给我滚开！静秋，让他砸，敢砸我就敢让他偿命！林平安才不管他们，扬起锄头就往下砸。林静秋惊呼一声，赶忙躲开，砰的一声，锤落锁开。林平安一脚踹开门，映入眼帘的一幕让他眼睛都红了。拆东帮孙婶子被捆住半死不活，地上还带着血迹。赵婉婉瘫在地上，泪流满面，手脚被绑住，嘴被破布堵着。婉婉，我来晚了，妈，快去接牛车，送孙婶子去医院，快啊！张翠兰转身冲出院门，林平安拿刀割着绳索。赵老太三脚眼弯向林静秋，没用的东西，快去喊村支书！林静秋拔腿就跑，赵老太堵在门口，不让林平安走。这是我们赵家的事，你凭什么管？他们有个3长2短，你们赵家就等着坐牢。赵婉婉拉住林平安，拼命摇头比划。林平安握紧她的手，放心，我带你们走。谁知赵老太冲上来，甩了赵婉婉一耳光。死哑巴，滚开！这一下给林平安直接炸毛了，反手一耳光抽的老太太跌坐在地。这时林静秋带着村支书和几个壮汉冲进院子，赵老太拍地哭吼：书记，快来，出人命了！平安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书记，我要娶的是她，可赵家逼我娶赵巧云，还把孙婶子打成这样。胡说，他睡的是巧云，巧云还怀了他的种。赵巧云怀的野种，别想来给我。婉婉，那天是你对吗？赵婉婉努力比划着，怕大家不懂，又重重点头。赵老太，拿30块钱给孙婶子治伤，不然就等着公安上门。赵老太虽然是个泼妇，但也不敢惹怒村支书，不然自己大孙子真的要去坐牢，只好肉疼的掏钱。这时张翠兰也喊来了二大爷的牛车，林平安抱起孙婶子放在牛车上，拉着赵婉婉一起去医院。尘土飞扬的土路上，二大爷驾着牛车颠簸疾驰，原本要走30分钟的路，今天却只走了20分钟。抢救室门口，赵婉婉止不住掉眼泪，张翠兰拍着肩膀安慰。林平安看着赵婉婉，眼圈发红。这一世我一定好好保护你，谁也别想动你一根指头，让你和孩子们都过上好日子。医生正要给病人输血，哑巴女儿立即站起来挽起袖子，没想到却被同行的小伙拦住。医生不能输他的，他有身孕，输我的，我也是 B 型血。哑巴女孩一听就愣住了，小伙子向她投来肯定的目光。他怎么知道我有身孕的？林平安跟着医生去抽血，过了一会儿就回来了。王翠兰凑过来担忧地看着儿子，妈，我没事。婉婉怀的真是你的孩子？林平安郑重点头，看向一旁的赵婉婉，让你没结婚就怀上我的孩子，你放心，等回去我就娶你。原来林平安是重生体，上一世他受到小人蒙蔽，错过了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的赵婉婉。现在老天给他机会，他一定会好好珍惜，所以他知道赵婉婉此时有身孕，也就并不奇怪了。赵婉婉有些不知所措，脸上有欢喜也有忧愁，双手不住地比划着。林平安看了半天还是看不懂，只能猜测。你放心，我不介意你不会说话，我们结婚后你妈妈跟咱们过，不让她在赵家当牛做马受欺负。赵婉婉眼泪唰的一下流了下来，她是哑巴，正常家男娃都不愿娶她，何况林平安还是清北学子。别哭，以后谁也不敢再欺负你们，我们的孩子也会吃饱穿暖，不用挨饿。赵婉婉摸着平坦的小腹，重重点头。妈，以后她就是你儿媳妇了。张翠兰无奈点头，对儿子娶一个哑巴，她觉得儿子委屈，可是她儿子犯错在先。这时他们林家人，此时手术门被打开，医生推着孙雨梅出来。病人头部缝了10针，输了血，现在没什么大碍，不过需要在医院观察一下。你们先把费用交一下，大概20多块钱。这么多，幸亏赵家先给了30。林平安拿着钱去交费，一共22块钱，还剩8块，心里盘算着应该够这几天的费用。接着他又从兜里掏出30递给医生。现在已经快到饭点了，赶紧去买些吃的，婉婉那么瘦，该补补身子。他快速走了出去，医院外面有小摊子，买了10个肉包子，2碗阳春面，5个红糖鸡蛋，花了1块5。这年代钱就是精花，买这么多才花这么点儿，后世那物价可是涨得飞快。走到牛车前，他把4个包子递了过去。二大爷，中午了，快吃吧。二大爷说啥不收，心里清楚白面肉包子可不便宜，林平安却硬塞给他。二大爷拿着热乎的肉包子，脸上全是笑。哈哈哈，这小子有心了，这趟车费就不收他钱了。林平安拎着东西来到病房，
病床上孙玉梅还没醒，林平安把面和包子放在桌上，快来，趁热吃吧。他把筷子递给赵婉婉和张翠兰，赵婉婉看着桌上的面，眼泪又掉了下来，守不住比划着。虽然林平安不知道他说的什么，大概也猜到其中意思。没多少钱，你照顾好妈妈总要有力气，不吃点好的怎么行？快吃吧。婉婉，快吃吧，肚子里还有孩子呢，你不吃孩子也要吃啊。一听孩子，赵婉婉这才拿起筷子。快了，宝宝，我要吃。长这么大，第一次有人对我这么好。三人吃完饭，病床上的人还是没醒。张翠兰有些坐不住了。唉，家里中午饭都是我做，要是我不回去，等你爸打猎回来，不知道有没有饭吃。林平安瞧着母亲担忧，把剩下的8块钱给赵婉婉，嘱咐她多买些吃的，补充营养，然后跟着二大爷牛车回了家。到村口，张翠兰从身上拿出2毛钱。二叔，麻烦你了，这钱你拿着。不用了，你家小子给我3个肉包子呢，我老头子还从来没吃过肉馅的呢。说完，二大爷赶着牛车就走了，林平安却拿着钱追过去，把2毛钱塞在他手里。二大爷，那包子是我孝敬您的，钱你必须拿着。二大爷有个儿媳妇儿，只要别人用车，钱必须拿过去，不然他那儿媳妇儿就能闹翻天。看二大爷收下钱，母子2人往家里赶。一进院门口，二婶愤怒地冲了过来，对着张翠兰喊道：大嫂，你瞅瞅这院子成啥样了，妈被他们赵家折腾的在屋里哭呢。父亲被野猪咬伤胳膊，急需300块钱做手术，爷爷却把花钱提出分家，而且把房子、粮食和钱都分给了二叔和三叔，只给老大一家5口分了10斤棒子面，气得老大家儿子直接跑出去跳河。哎呀，不好了，林家二小子跳河了，快来人啊！随着张老头的一声呼唤，村里人都跑来河边围观，有好心人已经准备下水救人。此时在水里的林平安正憋着一口气，在河底扒拉着什么。突然一个金灿灿的东西出现在水草下，林平安一喜，立马揣进兜里，这才浮上去准备上岸。这时一双小手抓住他，用力往上拉。林平安抬头一看，是自己7岁的弟弟林小涵。二哥，你不要死，不要死！小涵乖，哥不会死，走，咱们回家。在村民的蒙圈中，林平安拉着弟弟回到了家里，刚走到大门口就被二婶拦住了。知道老房不能住人了，跳河想死啊！就算你淹死了，这家也是分定了，想回来门都没有。1个月后你们全家都搬出去。林平安没理这个泼妇，撺掇爷爷分家就是他的主意。昨天林平安的妈妈回到家，就是这个妯娌利用赵小云一家上门逼婚的闹剧，强逼爷爷和他们分家。正好赶上林平安的爸爸被野猪咬伤，爷爷怕花钱，一下就同意了。现在父亲在医院等钱救命，林平安把弟弟安顿好，揣着从河里捞来的金子就出了门。前世村里的王二麻子去河里游泳，被水草缠住，因祸得福，在水底捡到一个金疙瘩，没想到还真有。为了救爹，你的机缘就被我截胡吧。想着重伤的父亲，林平安越走越快，来到县里，走进一条幽深胡同，在最靠边的一家敲了敲门。前世他把鱼都是交到这地方，这也是黑市的联络点。谁呀？有啥事儿？张哥，我是石窝子村的，亲戚介绍过来的，想让你看看东西，给个价。80年代虽然允许做点小买卖，可到处都在打击、投机倒把，做生意都是偷偷摸摸的。门打开，林平安顺势而入。什么货？拿出来看看。林平安从兜里掏出那块金疙瘩，张哥伸手接过，眼中带着惊喜，用手掂了掂。我要去验货，再开价。林平安点头，张哥拿着金疙瘩进了屋。这张哥前世他打过很多次交道，人还不错，讲诚信。没一会儿张哥回来了。金子280克，1克10块钱，一共2800。你是要钱还是要票？林平安心里高兴，面上却平静。张哥，10块钱价格太低了，外面都10块1二，你给10块太少了。听到这么多钱没立马答应，还讨价还价，一看就是见过世面的。小兄弟，看你是懂行的，我这钱不多，多给你些布票和粮票吧。工业票你要的话我也有。那行，2800我要钱，3转1响的工业票多给我几张。虽说金子以后值更多的钱，可现在治他爸的病，盖他家房子才是最要紧的。而且娶赵婉婉，3转1响绝对不能少。哈哈哈，你小子还真是不吃亏。林平安走出胡同时，嘴角压不住笑。他拎着蛇皮袋走进供销社，打算先买辆自行车，来回也方便。才进去就听到一道熟悉的声音：周文斌，咱们结婚就这一次，你连双鞋子也不想给我买吗？赵小云语气不满，脸上却可怜巴巴的看着身旁的男人。前世赵巧云就是这副嘴脸，看上的东西买不到，就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样子。赵小云不是别人，正是前世怀着别人孩子逼林平安结婚，然后害得赵婉婉惨死的罪魁祸首。还好重生后，他拆穿了这个绿茶的真面目。昨天刚在我们家逼婚，
今天就找到接盘侠了吗？这个男人怎么这么眼熟啊？他不是赵巧云远房表哥吗？两人怎么可能结婚？柜台前，周文斌拉了拉赵巧云的手，好生的哄着。巧云，你家要那么多彩礼，我身上没多少钱了。这鞋子要5块，你要双便宜点的好吗？不行，我就看上这双了，你必须给我买！我肚子里可有你的孩子，你连这点钱都不舍得吗？看样子，周文斌知道她怀孕，还要跟她结婚，那这孩子就是他的种。亏了前世，老子还真以为是什么表哥，我真是太傻了。林平安死死攥紧拳头，上前一步，指着赵巧云想要的那红色棉布绣花鞋。同志，给我拿3双这样的鞋子。哼，林平安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还买3双这样的鞋？你知道多少钱一双吗？80年代一双布鞋卖5块，他一开口就要3双。要知道5块钱，可是能买40斤大米加5斤猪肉，够一家5口吃好久。这把一旁的拜金女都惊呆了。要知道，来人可是村里出了名的穷鬼，浑身穿着补丁衣服，扛着大麻袋，怎么都不像能掏出15块钱的人。售货员同志，他家穷的叮当响，别说15块钱，5块钱都拿不出来。这位同志，你确定能付得起15块钱吗？面对售货员的怀疑，林平安十分肯定。对，我要3双，1双38，2双37。婉婉的脚应该跟二姐的差不多，37码应该合适。哼，还跟真的似的。你有钱买吗？有钱你就先把钱拿出来，拿不出可不能让售货员白跑一趟。赵巧云趾高气昂，身旁的周文斌瞥了一眼林平安，上下打量。售货员同志，你看他全身上下加起来够5块钱吗？哪是能买得起的？售货员一听这话，脸色立刻不好了。这位同志，你确定能付得起15块钱吗？没钱就去别处，我们售货员可不是站在这儿陪你玩的。林平安也不恼，从兜里掏出10张大团结。售货员同志，你看我这些钱够买3双鞋吗？够了，我这就帮你拿。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该不是偷来的吧？赵巧云不信林平安有这么多钱，老林家分家的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他们村也早就传开了。他还庆幸林平安没答应娶她，要不然也跟着一起搬到破旧老宅吃糠咽菜。你哪只眼睛看我偷钱了？自己没钱买就别在这儿叨叨，有本事你就拿出钱来买。赵巧云气得眼睛要喷出火，提到钱，他看向周文斌，抱住他胳膊，又开始撒娇。文斌，你那里不是还有办喜事的钱吗？先拿出来给我买，让他看看我男人不比他差。赵巧云，你不说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吗？非要嫁给我，怎么现在找到亲爹了？林平安说的大声，供销社里听到这话的人都瞧向赵巧云，售货员的眼睛更是盯着她的肚子。林平安，谁要嫁给你了？我跟文斌哥要结婚了，你别胡说八道。我胡说八道？你跟你妈和大哥来我家逼婚，村里的人可都看见了，你敢不承认？你就是林平安，怎么这么没素质？她现在是我未过门的妻子，你还想跟我抢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了，我抢赵巧云这个怀孕的当乌龟王八吗？周文斌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要返城，如果有人举报，估计你这城是返不了吧？我跟巧云只是办个简单婚礼，等我返城见过我爸妈，才会正式结婚，对我返城根本不会有影响。哦，是吗？赵巧云，你就不怕他返城后不回来娶你？到时候你大着肚子一个人抚养孩子，真是可怜啊。上辈子如果他没记错，周文斌有一个儿子，比赵巧云儿子小1岁，说是回城就被父母安排婚事，后来媳妇死了。如果赵巧云放他回城，肯定是被抛弃的份。你就是嫉妒我们文斌比你好，他爸爸可是纺织厂的主任。等回去我也去跟着享福，你就在村里啃玉米面吧。哼，享福是人家享福吧？你就是在村里独自带孩子的命。他不会轻易放过这对狗男女，让他们先生见习再说。想到父亲和婉婉还在医院，林平安又开口：同志，给我拿2罐麦乳精，2斤红糖，2袋大白兔奶糖，再给我1辆永久牌自行车。自行车？你有自行车票吗？就敢张嘴！赵巧云声音很大，很是吃惊。林平安买那么多东西已经不少钱了，永久牌自行车怎么要160多？林平安毫不犹豫从兜里拿出张哥给他的一大票，从中抽出1张自行车票。售货员同志，可以帮我拿了吗？售货员站在那儿，看到票这才反应过来。我这就去拿。等林平安出来的时候，自行车上挂的都是东西。赵巧云气得牙根痒痒，看着旁边连5块钱的鞋子都舍不得给他买的周文斌，满肚子火。林平安满心欢喜地拎着东西来到医院，却瞧见二姐林二菊正哭哭啼啼地站在病房门口。二姐，你怎么哭了？妈不是给爸交医药费了吗？是不是爸出事了？林二菊抹了把眼泪，声音哽咽着说：爸胳膊伤得很严重，还需要再做手术。医生说想要恢复就要用进口药，要300块钱。
家里哪还有钱啊？钱我有，只要爸能康复，花多少钱咱都能治。林二菊摇摇头，眼神黯淡。平安，你不用安慰二姐，实在不行，我嫁给县里那个傻子。二婶说，她家给300彩礼，还给3转1响。林平安眉头一皱，语气严肃：“二姐，不许再说嫁给傻子这样的话。你弟弟有钱，不就300块钱吗？”林平安从兜里掏出一沓钱，递到林二菊手里：“给，这是400块钱，给爸交手术费，剩下的你拿着，买点好的补充营养。”林二菊捧着钱，眼神里满是疑惑：“平安，你怎么有这么多钱？”张翠兰听到外面的说话声走了出来，瞧见林二菊手里的钱，立刻把两人拉到一旁，左右看看没人，才压低声音：“平安，这钱你从哪儿弄来的？可不能干投机倒把的事啊！要是被抓住，可要吃牢饭的。”林平安怕他多想，趴在他们母女俩耳边，小声把捡到金疙瘩卖掉换钱的事说了一遍。黑市的人不会告发吧？如果被发现，可要坐牢的。金子不允许私自买卖，被发现可要被关起来的。放心吧，那黑市更怕咱们去告发。再说咱家都这样了，我爸胳膊必须要治，这钱正好应急，只要没人举报，谁也不会知道。这事儿谁都不能再提。二菊，你去把手术费交了。平安，进去看看你爸，你爸醒了。林平安点头，不忘把门口买的东西带上。张翠兰看着他手里拎着的东西：“你这咋来的？也是用那钱买的？你咋不知道省着点儿？你爸需要钱，你结婚也要钱啊。”“妈，爸受伤总要补充点营养。再说咱们现在有钱了。”“总共400，交给医院就300，100块钱够干啥？”病床上，林大国醒着，瞧见母子俩进来，他动了动苍白的嘴唇：“平安，劝劝你妈，这手术咱就不做了。我这手是废了，不用花那冤枉钱。一只手也没事，就是不能打猎。等我好了，照样能下地干活。”“爸，你是因为救刘刚那小子才受伤，凭什么他们不出钱，还要分家撇得干净？我要回家跟他们讨个公道。我爷还真的不顾你的死活了。”林国腿骨着用木板固定着，说话激动，还想起身下床。张翠兰立刻上前把他按在床上：“你可是不想好了吗？好好在床上待着，咱们和你爷已经分家了，钱的事你们不用担心。你爸的手术费平安已经凑到了，二菊已经去交了。”“妈说的都是真的，你咋弄到那么多钱的？”看到林国不信，林平安耐心回答：“钱的事你们不用担心，等你们出院，咱们就住新房子。”“平安，爸可以没有胳膊，你不能干那投机倒把的事。你考上大学不容易，可不能毁了自己。”“爸，你放心，你儿子可是有学问的人，绝不干那违法的事。你好好养伤，家里的事有我。”见他这般保证，林大国还是满脸不安，可躺在病床上也没办法。林果瞧见林平安拎了不少东西，却皱起眉头：“平安，你不会当了谁家的上门女婿吧？你可不能干那傻事儿啊！你是我们林家的希望，还是上大学的人。平安，你可不能做上门女婿，你是我们林家的希望，你是上大学的人。”“爸，别听我哥瞎说，我没做上门女婿，我是外婆和大舅凑的。”“你把医药费要回来，那手术不做了。你上学结婚都要钱，这钱得留着。”林平安心里苦，他真想把那些钱都掏出来给他们看，可病房还有外人。“爸，你要不治胳膊，这个学我就不上了，婚我也不结了。不把你胳膊治好，我做儿子的一辈子心难安。”林大国最看重他学业，一下不吱声了。病床上其他人不由开劝：“大兄弟，你这儿子不错，有孝心，还是治病吧，要不成了孩子一辈子的心结。”“是啊，小伙子，婶子看你有出息，实在没钱，婶子可以借给你。”说话的妇人40多岁，她脸色红润，手上没有老茧，一看就是城里的，敢说借钱给她，定是不差钱的。“谢谢婶子，先不用呢。”病床旁，婶子的男人笑着开口：“小伙子，你不用害怕，我是县里制衣厂的厂长，我爱人听说你们分家，还要被赶去老房，家里1分钱没出，又听说你考上清北还这么孝顺，我爱人是真心想帮你一把。”林平安看向病床前的中年男人，眉毛皱了起来：“你是县里制衣厂的厂长冯建军。”“小伙子，你认识我们家老冯？用钱你只管跟婶子说，婶子这儿多了没有，300-500的没问题。”“冯叔，
你们是不是有一批省城的订单？对方要你们用他家的布料生产，但要付1半的布料费，合同你们签了吗？昨天刚跟省城的公司谈好，打算下午签合同。这么快，事情就传出去了。小伙子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冯叔，你不用问我怎么知道的，合同你们签了吗？林平安语气有些激动，要是签了合同就麻烦了。冯建军深深拧眉，一脸不悦看着林平安。一旁婶子看丈夫不悦，急忙出来打圆场。本应该签的，这不是我摔了腿，他送我来医院，就决定明天再签了。太好了，还没签。冯叔，这合同你不能签，省城那家公司快要破产了，你们生产出来的衣服，他们根本没钱回收。据报道上说，冯建国为了这批订单，把房子和制衣厂都抵押了。可省城服装厂就是个面临破产的公司，根本没有能力给钱。他妻子接受不了打击，心脏突发而死。他则放了一把大火，制衣厂烧了1天1夜，他和那些卖不出去的衣服都变成了灰烬。不可能！我弟不容易找到的合作，你不要危言耸听。制衣厂有他1半股份，如果省里公司真的破产，这损失他也要承担。林平安想到另一件事，冯建国本不必抵押房子和制衣厂，是他这弟弟要退股，硬要冯建军2口子给他1半股份的钱，没办法才做的抵押。冯建国死后，他弟弟又建了新的制衣厂，而且规模还不小。不管你信不信我，派人去省城查查那家公司的经营状况，不就知道了吗？瞧林平安说的认真，冯建军陷入沉思。老冯，小伙子说的有理，前阵子你那弟弟还说要拆伙，现在又拉来订单，你找人去省城查查，如果有问题，咱们制衣厂可承担不起。1半的布料费用就要1万5，是我这几年所有的家当，如果亏空可真完了。好，我先让人去省城查查。如果这次你说对了，救了我们制衣厂，我会重谢你。如果是你故意诓骗，这钱我是不会借的。林平安也不在意，他已经好心提醒了，他们信不信就是他们的事儿。至于借钱，他现在哪儿还需要借钱？婶子嗔怪地看了冯建军一眼，说的什么话？人家提醒你是好意，小伙子别听他的，你要借钱跟婶子说。林平安笑着点头，不再理会二人。他将刚买的鞋子拿了出来。妈，二姐，这是给你们买的，穿上试试。平安，这鞋可贵了，要5块钱呢。你秋姐结婚时才穿了1双，这么贵的鞋，你才买了3双，赶紧退回去！妈跟你二姐都有鞋穿。妈，这鞋是打折的，退不了。你和我姐的鞋都成啥样了？赶紧穿新的。他妈和二姐的鞋大拇指都是补丁，早该换了。张翠兰看女儿渴望的眼神，想着不能退，便拿过来递给女儿。2双你换着穿，省着点。我要1双就够了。死孩子，给你2双还不要咋的？张翠兰把手里的鞋塞给女儿，看着二人互相退让，林平安也是一阵头大。看到母亲张翠兰还在推迟，林平安说话了：妈，你给我二姐，她也穿不了。你那双是38码的。对，我穿37码。妈，你快穿上吧，我1双就够了。翠兰，穿上吧，儿子给你买的，是他一片孝心。张翠兰见状只能点头。林平安又把兜里的红糖、外乳精、罐头一些吃的拿到桌子上。爸哥，你们受伤了，别舍不得吃，等你们好起来，咱们一起挣钱。二姐林二菊瞧见袋子里还有1双红棉鞋。平安，这么快就知道惦记媳妇了，赶紧给人家送去。婉婉虽然不会说话，可人不错，比赵巧云强。那我先给他们送去，一会儿我再过来。来到2楼，推开病房门，赵婉婉黑白分明的大眼睛看向他，瞧见病床上孙玉梅醒了，他赶紧走过去问候：婶子，感觉好点了吗？平安，你来了，赶紧娶我女儿，她奶奶要把她嫁给傻子。婶子，你放心，我来就是跟你商量想娶婉婉的事儿。我对不起婉婉，一定会风风光光把她娶进门。我闺女虽然不会说话，可她心眼不坏，下地干活做女工，啥都会。我知道你是大学生，我闺女配不上你，让你娶她实在委屈你。彩礼我们什么都不要，只求你好好对她就行。一旁的赵婉婉哭着比划着，可林平安看不懂。婶子，我不委屈，能娶到婉婉是我的福气。彩礼我给300，3转1想别人有的，我也绝不能亏待了婉婉。啥？你给300？我家不要那么多彩礼。再说你给那么多，婉婉也带不走，她乃会把东西留下，到时候你们日子可咋过？婶子，你放心，彩礼钱当然是给你的。赵家要的哪门子彩礼？等我们结婚了，你跟我们过，叔走得早，以后我们夫妻照顾你。平安，我知道你是好心，
可我知道你家也有难处，我就不去打扰你们了。我一个老婆子到哪儿都能过，你们过好就行。林平安知道孙玉梅的顾虑。婶子，我家跟我爷分家了，等盖上新房，房子就多了，到时候你挑一间随便住。婶子没多少，这你拿着。婶子，我有钱，300块钱和3转1响，我都会准备好。等你出院，我就去提亲。不要那么多东西，你自己来就行。拿那么多东西，你带不走，傻孩子。临走，林平安从兜里掏出红糖和罐头，一一放在桌上，怕孙玉梅让他拿回去。放完东西他就走。赵婉婉追去送，开门时林平安就站在门外，手里拿着一双红鞋。婉婉，这是给你买的鞋，你看看合适吗？赵婉婉想推辞，林平安又说打折的退不了。赵婉婉拿着鞋，脸色羞红。林平安又从兜里掏出10张大团结，塞进他手里。明天我再来，别省着，我有钱。赵婉婉不收，林平安按住她的手。这钱你拿着，万一有急事也好，有个保障。你要不拿，我可生气了。瞧他着急摇头又点头了，林平安觉得这媳妇儿真的很可爱。下楼转到附近病房时，林平安调整好心情走了进去。妈，天快黑了，晚上我在这儿照顾我爸和我哥，你跟我二姐回去吧。今晚你和你二姐先回去，妈留在这儿，你爸这样我不放心。二菊，回去把你小弟照顾好。妈，你放心吧，平安走吧，赶紧回家。二姐拉着林平安往外走，到门口时，林平安推过一辆崭新的28大杠，上车，我带你。平安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赶紧给人家送回去。二姐，这是我买的，赶紧上来，小韩在家可等着呢。林二菊见他不像作假，还是坐上车，路过卖饭的小摊，林平安直接买了10个大肉包子。这大肉包子他吃3个能撑得慌，回家晚正好省得做饭。平安，我不是做梦吧？咱也吃上肉包子了。二姐，等以后咱们天天吃，让你把肉包子吃腻。臭小子，别拿话糊弄你姐。咱家现在这情况，你还是省着点花吧。等两人骑车回到家，眼前的一幕让林平安立刻大怒。院子里，林小涵疼得哇哇大叫，二婶死死拧着他的耳朵，骂得难听。兔崽子，让你喂鸡抓点蚯蚓，你才抓这点，还敢顶嘴？分家就不用干活了吗？这是我家，在这儿住就要给我干活。你个白吃饭的东西！而一旁爷爷和二叔他们在桌上吃饭，连眼皮都没抬一下。林平安支上车子跑过去，用力推开吴桂芳。谁白吃饭了？你们在那儿吃着，还打我小弟，都分家了，谁家的活谁干？抓蚯蚓让你们家林小强去，我们家人可不伺候。吴桂芳被猛地一推，跌坐在地上，目眦欲裂，看着林平安。王八羔子，我可是你二婶，你还敢跟我动手？哪有侄子打长辈的？我不活了！院子里吃饭的老林头啪的一声把筷子摔在桌上。混账东西，你还想反了天咋的？赶紧跟你二婶道歉赔不是！你今天做的事还不嫌丢人吗？老林家咋养出你这样的畜生东西？老林头气呼呼喘着粗气，二叔林勇更是怒瞪着他。林平安瞥他们一眼，强硬开口：爷，让我敬你们是长辈，也要做出长辈的样子。刚才你们没瞧见二婶打我弟吗？小韩疼的叫，你们俩当长辈的在哪儿？现在知道数落我来了。老林头被孙子说了，扫到墙根的铁锹就吵起来了，便要打林平安。林平安看着将要到头顶的铁锹，他一把接住：爷，你把我们分出去，顾及过我们的死活吗？我爸和我哥在医院，你想过去看一眼吗？我爸也是你儿子，你怎么狠得下心的？现在拿长辈压我们，你配吗？混账东西，敢这么跟你爷说话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他抽动铁锹，可铁锹在林平安手里纹丝不动，他怒火更盛。李勇，你是死人吗？看你爹和媳妇被欺负，还不快过来打死这小畜生！林勇起身朝林平安挥拳，林平安直接将老林头揪来，自己身前当盾牌。林勇的拳头恰好落在老林头身上，老林头疼得老脸扭曲变形，回头怒吼：李勇，你是打他还是打我？疼死老子了！爸，我真没想打你，谁知道你扑过来。你没事吧？要不咱们去医院瞧瞧？还嫌咱家在医院的不够多，还死不了！赶紧把这小子抓住！今天不好好收拾他，我就不姓林！小兔崽子，今天就替你爸妈好好收拾你！林平安冷笑，前世做生意走南闯北，常受欺负，他便跟人学了几手，交拳头打向自己的脸。他转头躲过，伸出一脚踹在二叔的肚子上。林勇根本没反应过来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放
反了你了，还敢打你二叔！林勇起身就打林平安，林平安反击，三拳两脚就把他赶麻了。二叔，咱们分家了，是你们先招惹我们，如果还有下一次，我不介意彻底跟你们撕破脸。说完，林平安领着二姐和小韩扬长而去，留下了灰头土脸、鼻青脸肿的老林头和林勇。回到屋里，二姐把怀里的肉包子拿出来。小韩，饿了吧？吃包子。这包子真香，还是肉馅的。林平安急忙给他倒水，却发现暖壶没了。小韩低着头小声道歉：“二哥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出门，我把暖壶看丢了。”没事儿，暖壶没了，咱们可以再买。哥有钱，赶紧先把包子吃了，慢慢吃。肯定是二婶把暖壶拿走了，我找他们要回来。就算你去，他们早把暖壶藏起来了。等明天我买个新的。几人吃完包子，只见林平安把一个蛇皮袋子放在桌上。平安，蛇皮袋里的猪草是干啥用的？嘘，不管一会儿你们看到什么都不许出声，捂住自己的嘴，不许传出去。两人重重点头。林平安把上面的猪草拿了出来，露出里面一张张大团结。哥，这么多钱，够买多少个包子了？爸的病也能看了。三人高兴了一会儿，随后又犯了愁。对啊，这么多钱藏哪儿好？二婶这样的肯定会来咱们屋翻东西。明天我去找张支书，让他帮忙盖房子，给他500，剩下的1500我明天存银行。好，就这么办。这蛇皮袋子，你要不说，我根本没想到它是用来装钱的。林平安看向小韩，温柔地说：“小韩，等哥明天给你买书包和本子，你也去上学。”真的吗，二哥？我要上学啦！第二天一大早，林平安去找了村支书张书记。张书记正在家里，瞧见是他，赶忙把他叫进屋。平安，你爸咋样？好点了吗？好点了，张叔。今天我来是想请你帮忙的。你不用说，张叔都知道，这是我家50块钱，你先拿着给你爸治病。你爷爷做的过分，可你爸的病得治。等我跟村里商量商量，让大家筹点钱，你考上清北，将来一定是有出息的。张叔，我不是来借钱的，我爸的手术费已经交了，病房里有个好心人借给我们钱了。林平安把张叔手里的钱推了过去。他借钱不会有别的要求吧？没有，他是制衣厂的厂长，就是看我们可怜，想帮我们，他借我们1000，这不是剩500。我爸妈说老房住不下人，想让您帮忙找人盖房子。原来是这样，制衣厂的厂长我听说过，那可是咱们镇的大好人。这500我先拿着，你放心，房子我帮你们建的漂漂亮亮的。张叔笑着接过钱，说了回话，林平安便回去了。等吃完饭，我就去村里找点活，你去医院看看。虽然平安你有那么多钱，可家里需要钱的地方多，得赶紧多挣点。二姐，今天你跟我干吧，咱们俩挣个大的。你说咋整？只要不犯法，咱就干。林平安把以前做炸药的材料拿出来做炸雷管，让大姐和小弟去隔壁借鱼篓子和推车。等所有准备好，他们3人推着车往东面河里赶。小贱种，怎么不死外头？别回来才好呢！林勇也是怒瞪着3人背影，回头时瞧见墙角崭新的自行车，眼睛都亮了。这是哪儿来的？不会是林平安那小子偷来的吧？肯定是，他们哪有钱买自行车？你赶紧去派出所，非让他进去吃牢饭不可。小兔崽子，就等着坐牢吧！林勇看着车子上的锁，心里一股怒火，抬腿就朝镇上派出所去。他要去举报。在河里忙活的林平安3人完全不知家中情况，正高兴的炸鱼捞鱼。3人把4个鱼篓子装得满满的，随后回家。3人正高兴，突然村口王大娘拦住他们：“平安，你是不是偷人家自行车了？赶紧跑吧，警察在家等着逮你呢！”咋回事，大娘？派出所咋去我们家了？是你二叔去了镇上派出所，说平安偷了别人家自行车放在院子里，派出所的人在你家等着逮你弟呢，赶紧跑吧！你那二叔真不是东西，真想把平安送大牢里去啊！谢谢大娘告诉我们，那车不是偷的，是我买的，我这就去跟警察说清楚。林平安抬起推车就走，王大娘看他这么笃定，松了一口气，也跟着朝他家走。刚进门口，吴桂芳一脸慌张地跑过来，死死揪住林平安胳膊。同志，就是他偷了自行车放我们家，可不关我们的事儿啊！同志，这车子是我买的，不是我偷的。你买的？骗谁呢？你有钱吗？你爸你哥的医药费都交不起，还有钱买车？同志，他说谎，赶紧把他抓起来，送进大牢。二婶，我爸是为你儿子住的院，
你1分钱不出，还鼓动爷爷把我们分出去，你现在还想让这位同志抓我们，你居心何在？吴桂芳眼皮跳了几下，心中总感觉不好。可警察已经请来，不管是不是他偷的，这事儿就得让他认了。既然你说车不是你偷的，那你购买的票据呢？我有票据，自行车是昨天刚从供销社买的。林平安伸手掏裤子兜，他记得把票据放在里面了，可掏了半天，从兜里只掏出几块钱。他又翻遍其他兜，还是没有。对不起，警察同志，可能掏东西的时候弄掉了，可这车真的是我买的。同志，我弟不会撒谎，这车根本不是偷的，车子不是我二哥偷的。哼，你们说不是偷的，票据呢？没有票据就是偷的，还想狡辩？同志，赶紧把他抓走！不能抓平安，我们有钱，我们有。二姐，别说了，我知道二婶不给咱们家留活路，爸和大哥住院，连个外人都同情我们，借咱们家钱，他作为手足至亲，还想把我送进去。买金疙瘩的事不能说出去，这时候金子不能买卖，要是说出来真要被带走了。供销社的票丢了，但是隔壁村的赵巧云和知青周文斌看见我买自行车了，他们可以为我作证。这时警察一直打量着林平安，判断他说的真假。听到有人能作证，便准备带他去隔壁村。此时的赵巧云家院子很热闹，今天是周文斌送彩礼的日子。这时赵巧云的父亲赵老二瞧见穿着制服的警察，赶紧快步迎了过来，脸上带着几分慌张的询问：同志，我家是有人犯事吗？你还特意跑过来？别紧张，我们是来找赵巧云和周文斌的，想问一下，昨天他俩是否瞧见林平安从供销社买自行车？同志，当时我们是在供销社瞧见林平安买了一辆自行车，这跟我们没啥关系吧？对，他拿票买的自行车跟我们什么关系也没有。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有钱？一辆自行车也要160，他怎么可能有钱？你们两个肯定是说谎。我们亲眼看见的，还能有假？他还买了3双红棉鞋，1双就要5块，还有麦乳精罐头什么的，花了200块钱呢。你就编！我知道你想嫁给林平安，可也不能为他撒这样的谎吧？一说嫁给林平安的事，赵巧云更急了。谁要嫁给他了？我要嫁的是周文斌！别往我身上泼脏水！警察也没想到这中间还牵扯出这么多私事，可听到了想要的线索，只能出言打断这场争执。好了，别再吵了。事情既然已经清楚，林平安并没有偷车，不构成犯罪。如果没什么事，我们就走了。一听警察要走，吴桂芳立马急了。同志，我觉得林平安的钱就是偷的，我要举报他偷钱！而就在这时，村支书张书记满头大汗地跑了过来。咱们村咋有你这样诬陷自己亲侄子偷钱的？那钱是人家制衣厂的厂长借的。警察同志，林平安早起就跟我说了，还给了我500块钱，说盖他家房子，钱绝对不是他偷的。张支书，你别开玩笑了。制衣厂的厂长跟他无亲无归，哪会借钱给他？还500，骗鬼呢！张支书见他们都不信，当即从兜里掏出500块钱。警察同志，这是平安早上给我的，人家借给平安他们1000块，他不可能偷钱。林平安看着手上全是汗水的张支书，心里满是感激。幸好他找了借口，要不然这钱还没办法圆过去。有了张支书的作证，警察转头看向吴桂芳：你有证据证明林平安偷别人钱吗？我就是猜测，他怎么可能有那么多钱？同志，我要告他们诬陷，仅凭猜测就报案，说我偷盗。如果每个人仅凭猜测就去报案，你们警察哪还有时间去管真正的案子？以二叔两口子的性格，以后肯定也不会消停，趁现在让警察制止他们也好。对于诬告是绝对不能容忍的，警察也很认同林平安的话。小伙子说的对，没有证据就是诬陷，你们2个跟我们派出所一趟。吴桂芳和林勇傻眼了，他们是报的警，怎么还要去警局？同志，我们知道错了，别让我们去行不行？我们以后再也不诬陷林平安了。平安，二叔知道错了，你别告二叔好不好？吴桂芳也赶紧过来求林平安，林平安不理，巴不得他们被抓去教育一番，省得以后找事儿。平安，要不你就原谅他们一回，别告他们了吧？不告也行，那你们告诉我，我家暖壶哪儿去了？吴桂芳瞬间眼神闪躲，
手死死攥着。林永瞧他这样，就知道是媳妇儿拿了人家东西，当即破口大骂：死婆娘，都啥时候了你还不说，还真想去派出所咋的？被我藏在厨子里了。大家都听见了，我家被他们欺负成这样，这样的人我该原谅他们吗？不该让他们去派出所接受教育吗？庄里有这样小偷小摸的，以后大家也不得安宁。到了现在，村子里没人替他们说情。林平安看着警察把二叔二婶带走，心里畅快。上辈子念着他们是长辈，处处忍让，换来的却是他们变本加厉。这次我不会了，我要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看他走的背影，赵巧云心里不快。早知道是这样，他就说他没看见林平安买车，让他被抓进去，现在反倒是帮了他。巧云，等我回了城，也让你住新房子。不过林平安盖新房，你三婶家的妹妹婉婉可要享福了。他还想享福？下辈子吧！我已经收了大河村傻子的200块钱彩礼，等他们一回来，就把人嫁过去。奶奶说的是，林平安借了那么多钱，都是要还的。婉婉还不如嫁给傻子，有吃有喝多好。全然不知赵家人算计的林平安回到家，林二菊和林小涵正等得焦急。瞧见林平安的身影，林小涵高兴地跑过去：二哥，你没事吧？二叔二婶他们怎么没回来？他们大概过2天才能回来。二姐，咱们走吧。林二菊点头推着车，三人朝县城里走。走到黑市联络店，张哥瞧见是林平安，直接让他们进来。张哥，这是我们捕的鱼，你看看开个价。张哥关好门，打开鱼篓盖子，瞧着里边活蹦乱跳的大鲫鱼，眼中闪过亮色。小伙子，这么冷的天，你们能捕这么多也不容易，我给你们9毛怎么样？多谢张哥了，能不能给我些布票？行，正好我这儿有。等卖完鱼，林平安拿着手里45块钱，还有10张布票，脸上尽是开心。林平安先到银行把1500块存了起来，随后带着二姐和小弟来到医院，还没推开病房的门，身后一道带着怒意的声音叫住了他：你给我站住！就因为你，省城的公司要我们先付70%的布料费。林平安转头便瞧见冯建军那张满是怒气的脸。本来是今天签合同的，可他派去省城的人还没回信，便找借口推迟一下，却不想省城的公司居然传话要他们先付70%的布料费。看到林平安那刻，冯建军才没压住火气喊住他，而身后跟冯建军有些相似的人更是跑过来揪住林平安的衣领。小子，要不是你说省城的公司有问题，我们也不至于多压了20%的货款。你个穷小子知道什么？还敢建议我大哥不签合同，这责任你负担得起吗？林平安抓住揪他衣领的手，一个用力，那人立马惨叫起来。你放开我，臭小子，敢弄伤我，你可赔不起！是你先动手打我哥，要赔也是你赔。林小涵气愤开口，林二菊也摆出要出手的架势。赔？我看是你赔吧。省城的那家公司，你明知道快破产，却联合起来坑你哥，你这是诈骗，是要坐牢的。冯建立表情僵硬，眼睛死死盯着林平安，可这张脸他确定没见过。我怎么可能会害我大哥？我们是亲兄弟，你一个外人，别想挑拨我们的关系。是吗？亲兄弟，背着你大哥买地，还要建制衣厂，你想让你大哥倒闭的心早就有了吧？前世冯建国死后没多久，他这个好弟弟就把制衣厂开了起来，现在应该已经行动了。果然，冯建立眼神惊讶，语气也结巴了。你胡说！我怎么可能建新厂？小伙子，我可以不追究你的责任，可你也不能胡说。我弟现在哪有钱买地？他的条件我比你清楚，就算有，他也不会背着我。你赶紧放开他！林平安顿时心塞，难怪冯建国会闹到破产自杀的地步，把兄弟情看得太重，都不过脑子想想。县城南郊村那块地就是你买的，打听那里的人一问便知。你还想瞒吗？冯建立死死看着他，一副见了鬼的模样。怎么可能？他瞒得死死的，怎么可能被人知道？被林平安当场戳穿自己的龌龊时，冯建立慌了，急忙向冯建军辩解起来。大哥，我怎么有钱买南郊村那块地？再说你开了制衣厂，我怎么可能再开？你赶紧给我消失！他根本不可能会背叛我。南郊村那块地听说是有人花高价买下的，但这个人绝对不可能是我亲弟弟。你一个毛头小子，一定是道听途说。好，既然你不信，那就算了。而就在这时，
一个年轻人急急忙忙跑了过来。冯总，那省里服装厂的确快破产了，不能签合同。你再说一遍。冯总，那省里服装厂快破产了，快撤手吧！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那省里的公司，你不说没有任何问题吗？大哥，我真不知道，当时我打听的好好的，肯定是有人故意骗我，我真不知道，我真不知道啊！这次要是签了合同，咱们制衣厂将损失惨重，很有可能因此倒闭。建立，你知道有多严重吗？小伙子，是你救了我们制衣厂，我给你500块，当做我对你的报答。林平安刚想拒绝，一个青春靓丽的女孩走了过来。她瞧见门口的林平安，十分高兴。林平安，你也回来了，还没祝贺你考上清北呢。不过，你来医院干什么？林平安瞧见来人也很意外，冯丽丽，他们班的学习委员，听说考上了省里的师范大学。哦，我爸我妈住院了，我来看看。丽丽，他就是你说的今年考上清北，哪次考试都在你们年级排名第1的人？是的，爸爸，他可厉害了，考上清北实至名归。我哪有那么厉害？冯同学也不错，考上了师事大学，还没恭贺你呢。有机会我请你吃饭，咱们班有很多同学都想见见你，我们的清北高材生可不能爽约啊。有机会吧，我家里事儿多，暂时没时间。那行，等你有时间咱们再聚。林平安点头应下。这时冯建军又客气地开口：林同学，你帮冯叔这么大忙，冯叔一定要感谢你，这500块钱你必须拿着。爸，你们两个认识？冯叔，谢谢你的好意，之前我不能拿。知道不能拿就对了，你一个土包子会花吗？我说的是真是假，我自己知道。不过你说的假话可真不少。为了买南郊村那块地建制衣厂，你和你小舅子可贷了不少款吧？即便建成，也只能是倒闭的份儿。林平安再度扯起这个话题，决定对冯建立乘胜追击。林平安在前世对冯建军一家的遭遇抱有同情之心，尤其现在还得知了同学冯丽丽还是冯建军的女儿，更是有心帮一把。前世冯丽丽这人不错，后来也没了联系。再瞧见时，居然是在电视上看到她作为杀人犯被判枪决。我可不想冯丽丽这样的好同学再遭受那样的事。建立，他说的是真的，你们真的要建制衣厂？冯建军本不愿相信，可林平安说的省城公司的事却千真万确，不由让他多想。大哥，你还不相信我吗？我怎么可能背叛你？我那小舅子就是个吃货，和他建厂我不血亏？明明是这小子被我说的受刺激来诋毁我，我不可能建厂。二叔，你不能这么说，平安他人很好。平安，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平安，你可能是误会了。我弟再傻也不可能跟他小舅子合作，跟他合作钱就等于打水漂。对啊，我二叔不是那样的人。平安，你是不是误会了？想证明这事儿其实也简单，查一下南郊村那块地是谁买的不就清楚了。冯家父女俩被他伪装所骗，可后来的结果不会有假。他就是披着人皮的狼，心狠手辣，不会给他们一条活路的。不行，大哥，南郊村那地儿根本就不是我买的，他一个学生能懂什么？建个厂是说话就能办的吗？大哥，你找人去查吧，我身正不怕影子野。他假装镇定，手却轻微颤动。以大哥对他的信任，他坚信不会让人去查。冯叔，既然他说不知道，那就查一下，也免得说我冤枉了他。冯建军面露难色，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。这时，旁边的年轻人开口了：“南郊村那块地我知道是谁的，的确不是二厂长冯建立的名字。我家挨着南郊村，那地想买的人挺多，也听说了一些。听到了吧？我们厂的会计可不会说谎，那地不是我买的，别想冤枉我。”难道我猜错了？可这事不能有假。绝对不是二厂长，是叫李树田的人。当时他出价比别人高了1000多，可把村长乐坏了。刚才还想指责林平安的冯建军瞬间愣住了，这名字不正是建立的小舅子吗？建立，你怎么解释？你小舅子怎么会买那块地？大哥，你还问我？在厂子谁都听你的，我就是个摆设，我也想证明自己的价值。
既然你知道了，那就拆伙吧。制衣厂有我1半股份，你折成钱尽快给我。冯建军不敢置信，当初他们兄弟俩接下濒临破产的制衣厂，努力发展到现在有多不容易。你如果想拆伙，为什么不直接说，还拿省城公司给我设套？你到底还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既然你猜到了，那我就告诉你，我的制衣厂赶年就会建成，到时我跟你竞争，可别说我不留情面。好，既然你要拆伙，我也不留你。张会计，你算一下，我需要给他多少钱？厂子的地皮、设备，其他加起来差不多4万块钱，分去一半大约2万。张会计作为会计，对公司项目都做过统计，可如果真要给了这么多钱，他们制衣厂就没了流动资金，还会有一笔窟窿。听到这个数字，冯建军身体一软。爸，你怎么了？爸没事，放心，这点还打击不到我。父母在世，让我好好照顾你，我做大哥的可从没亏待过你。你居然找人给我下套，现在还要拆伙！别说那些没用的，把2万块钱给我，咱们一刀两断，再见就是竞争对手，谁也别留情面。好，张会计，把钱打给他，以后你再也不是我冯建军的弟弟。冯建军自认为做这个大哥没亏待过他，现在却弄到如此地步，他无比心凉。厂长，咱们账面上没有2万，还差5000，如果划出去，咱们项目上就没有流动资金了。大哥，我算过了，就算你把房子抵押，恐怕也差个1、2千。我大发慈悲，3天内让你筹钱，如果筹不到，就别怪我去法院告你。说完，冯经理得意看了林平安一眼，扬长而去。小张，你先去把我名下的房子做贷款，从银行能贷多少是多少，剩下的钱我再想办法。张会计应了一声，立即转身离开。厂子的订单不少，可都要交完货才能给钱，大部分还需要生产。资金如果断了，生产肯定出问题。可这些钱我怎么凑？如果3天拿不出钱，冯建立真要告上法院。爸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林平安看着刚才意气风发的人，一下子变得这样颓废，心有不忍。冯叔，我这里有些钱，你先应应急。不过这钱，麻烦你们帮我保密。不用了，平安，你现在的状况冯叔了解，你不用替叔担心，叔有办法。林平安打开存折，放在冯建军手里。冯建军低头看着存折上1500块钱，眸中震惊。这1000多块钱不是小数，足可以买一套特别好的房子。你一个农村出身的小伙子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？我们被分到老房，因祸得福，从老房里找到些老物件卖了换钱。只是这事儿千万不能传出去，万一被我二叔他们知道，我家可不得安宁。这钱我不能拿，你家这情况正是用钱的时候。叔有办法，你赶紧拿钱解决家里的事吧。冯叔，我家现在用不着钱呢，这钱我也是想请你帮个忙。等你制衣厂恢复生产，帮我加工衣服可以吗？平安，我知道你学习好，可做服装不是一个简单的事。你加工那么多衣服是想干什么？叔，你放心，只管帮我生产出来就行。这钱你拿着，先应应急。爸，你就收下吧。我相信平安做服装一定是有他的用处。好，你想加工什么衣服？把衣服图样给我，大概1个月左右就能给你生产出来。谢谢冯叔，等我画好就给您送去。平安，你休假也快到时间了，不能耽误上学。爸这胳膊没事儿，养2、3个月就好了。挣钱的事儿你别发愁。爸，我打算跟学校申请休学，然后跟婉婉结婚。她怀着我的孩子，我不能就这样上学不管她。林大国叹气，却没有更好的办法。而此时，冯丽丽倒水的杯子砰的一声砸在地上。林平安，你要结婚了，她还怀了你的孩子。是我对不起婉婉，我决定娶她。不过现在不到年龄，可能要过完年了。冯丽丽攥了攥手里的搪瓷缸，挤出一个笑容。提前祝你们新婚快乐。谢谢。等办喜事，我请你来喝喜酒。这时候二姐林二菊出来打岔。爸妈，你们不知道，我们今天卖鱼赚了40多块钱呢。卖鱼能赚这么多钱？妈，二哥做的炸雷可厉害了，轰的一声，好多鱼漂在岸上，我们捞都捞不完。谁教你们做炸雷的？多危险啊！
要是有个万一，人就没了。下次不要再用炸雷了，知道吗？林小涵眨着无辜大眼睛点头。林平安怕父母担心，只能撒谎。放心吧，以后我们不用炸雷了。平安，你在哪儿卖鱼？能不能卖我一条？我家都爱吃鱼，去水产公社总是抢不到，有时候还不新鲜。林平安听到这话，眼眸一亮。今年冷得早，水产公社供应不及时，还会断货。如果在外面卖活鱼，一定有不少人买。风婶子，下午的时候我给你拿一条，我们捞的鱼都是野生的，绝对新鲜。水产公社要8毛多一斤呢。水产公社要8毛多一斤，儿子真敢要价，瞧隔壁床铺的人还挺高兴。我这个儿子果然是有出息，上学念得好，又会赚钱。这时，张翠兰把林平安拉到门外。婉婉，那我去了。医生说明天就可以出院，他们要是回赵家，恐怕赵家人更容不下他们。要不直接带他们去咱家吧？我也是这个想法。赵老太想把婉婉嫁给荀子，万一回去，赵家人肯定会动手。亲家，感觉好点了吗？好多了，明天就能出院。我这身子骨没事。亲家，平安都跟我说了，为了婉婉和你的安全，先去我家住吧。他爸暂时出不了院，你们住我家也好有个照应。我知道你为我们好，可你家情况我也知道，不如让婉婉去你家住，她肚子里有平安的孩子，去赵家肯定不得好。赵婉婉拉着母亲的手摇头，她妈妈不去，她怎么安心去林家？亲家，你要不去，婉婉怎么安心？赵家就是个虎狼窝，你要是回去了，赵家指不定怎么对你。我就不去了，赵家不会拿我怎么样的。婉婉在你们那儿，我就安心了。林平安瞧他们母女这样，孙玉梅不去，婉婉肯定也不能去。他们村又没有闲房，不然前世他们也不会住在快倒的老房子里。婶子，那我也去赵家守着你们。他们要欺负你，我就跟他们拼命。平安，你可不能冲动，上次差点把你二叔打死，要是闹了人命，婉婉可咋办？平安，婶子答应跟你回林家住，可别跟赵家发生冲突。婶子你放心，我们都准备好了，你和婉婉住瓦房，我们姐弟3个住厢房，绝对宽敞。孙玉梅眼圈又红了，在赵家她和女儿干的最多，可住的却是柴房。亲家，我知道先让你们去我们家住委屈了婉婉，不过你放心，彩礼我们不会少的。不用彩礼，平安愿意娶我女儿，还对她这么好，我心里就满足了。彩礼什么的我们不要，哪能不给彩礼？村里人会有人说闲话的，别人怎么给的，我们林家一样不能少。你放心，这彩礼我们家一定预备上。瞧着母子俩对她女儿的重视，孙玉梅感激的不行。临走时，赵婉婉站在门口，手上比划着，大眼睛深情地望着林平安。林平安看着她比划，还是不懂。婉婉，让婶子放心，住在我家没问题，明天等着我带你们回家。瞧见赵婉婉通红的脸，林平安赶紧松手。中午买点好的，别舍不得吃，我现在能挣钱，下午我给你们带鸡汤吃。走出医院，林平安推着车带着二姐和弟弟去了供销社，买了一些五花肉、调料和面粉，打算炖肉给他们补补。二哥，咱们今天吃肉吗？不光要吃肉，咱们还要吃鱼。太好了，有鱼有肉了！回到家正是中午，林平安让二姐在家熬肉，他则带着小涵去捞鱼。没多久就捕了好几条鱼下来。林平安继续捕鱼，让小涵先把鱼拿回家。只是没多久，林小涵便哭着跑了回来。二哥，也把咱们的肉都给吃了，鱼也被他们抢走了。谁给他的胆子，敢吃我家的东西？为老不尊，那就别怪我这个孙子了。小涵，你在这看着，我去家里。说完，林平安飞快往家里跑。快跑进院子时，就听见二姐撕心裂肺的哭声和爷爷的叫骂声。进门便瞧见爷爷带着他2个孙子在桌上吃着还在冒热气的五花肉，手里拿着白面馒头。他爷吃得满嘴流油，一边吃还一边骂：死丫头，我是你爷，这些东西就该给你爷吃。你爸来了也不敢说啥，你还敢抢？林刚、小强，赶紧吃，一块也别给他们留，让他这么小气，不给咱们吃，让他一块也吃不着。3人吃得正欢，只听砰的一声，一锄头砸在肉盆里，
狗杂送你想干什么？不就吃点肉吗？你至于吗？你看看这么多肉都被你糟蹋了。二菊，赶紧捡起来拿去洗洗，还能吃呢。见林二菊不去捡，林老头更怒了。不孝的东西，还不快过来捡！我看谁敢动这些肉，这些都是给我爸和我哥增加营养的，你们凭什么吃？林平安拿着锄头杀气腾腾，林老头眼中也有些害怕。不过他怎么可能对一个小辈服软？我凭什么不能吃？我是你爷爷，就该吃你家的饭。就算你爸来，他也不敢说啥。咱们分家可说好了，你把我们分去老宅养老，不用我们家，怎么现在想反悔？让我们继续在这儿一起过？谁反悔了？你们已经分出去了，1个月后必须搬走。既然这样，那就把买肉的钱赔给我们。要钱没有，要命一条。反正我老头子也吃饱了，这些肉你爱要不要？林刚、小强，咱们进屋。吃完就想走？平安，不能动手！他再过分也是咱爷，你要是一搞下去，婉婉他怎么办？二姐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干傻事的。他是咱爷，我不能拿他怎么样。林老头听到这话，刚要进屋的腿收了回来，脸上带着得意。平安，这样想就对了。我怎么说都是你长辈，孝敬你爷爷本就是应该，不就几块肉吗？你再跟制衣厂的厂长借点钱，多买些，你们也能都吃上肉。还想让我借钱管他们吃肉，真是想得美啊！是啊，爷，你这么想吃肉，找二叔和三叔，我家可没有你那份。你今天吃了我家的，就该还，不还那就拿东西顶。林平安说完，拎着锄头往西面圈里去，里面都是下蛋的老母鸡，有6只。他跳进鸡圈，朝准鸡脑袋就是一下，鸡脑袋当时就砸扁了。我的母鸡啊，那是我留着下蛋的！该死的小畜生，赶紧给我出来！林刚，你傻站着干嘛？还不快过来拦住他！林刚拿起一旁铁锹，大着胆子跑过去，还没迈进鸡圈，一条大长腿直接踹在他肚子上，连人带锹重重砸在地上。林老头瞅见林刚那副怂样，气不打一处来，可他也不敢上前，对林小强狂吼：“赶紧去叫村支书，让他快点过来！”林平安打死2只后，拎着那2只鸡走了出来。爷，这2只鸡就顶我们那碗肉钱了。肉才8毛1斤，老母鸡要1块1斤。再说你那肉才几斤，2只老母鸡要4、5斤呢！打死我家老母鸡，赶紧赔钱！我姐又是切又是煮的，一碗熟肉让你们吃了，你们还觉得亏？这2只老母鸡又要拔毛又要炖，我还觉得不值呢。畜生，我怎么有你这样的不孝子孙？不孝子孙也是你逼出来的。二姐，今天咱们给爸和哥炖鸡，咱们的猪肉可不能白白让他们吃了。林二菊，你敢再动一下鸡，我这爷爷就不认你了！林老头气得怒吼。也就在这时，张支书走进院子。林老头，你家又是闹啥呢？天天不消停。3个孩子，你就这么容不下吗？分家那时，他作为村支书就看不过去，现在又闹这一出，他自然对林老头语气不满。你看看，他们是要我老头子的命啊！好好的下蛋母鸡，他们就给打死吃肉，这个家还怎么过？这鸡咋回事？真是你打死的？村叔叔，是林平安杀的鸡，我去拦他，还把我踹倒了。咋打成这样了？平安，是你弄的？咋下这么黑的手？我啥时候踹他了？分明是你想进鸡圈打我，结果没卖好，跌坐在地上。我爷把我姐给我爸炖的肉抢去吃，我要钱他不给我，只能逮2只鸡给我爸补身子。村支书，医生说了，要让我爸吃点有营养的。那肉可是我们好不容易攒钱买的，就这样被他们抢去吃了。胡说啥？你爸都那样了，还吃啥肉？吃肉那胳膊能好咋的？咋会有这样的爹？馋儿子家的肉也要分个时候吧？林老头，你嘴咋这馋呢？我看这鸡杀了就对了，你吃人家肉，杀你2只鸡不过分。都分家了，还舔着脸吃人家的肉，下得去嘴，不怕吃完拉稀跑多？这林大国怕不是林老头儿子吧？
子住院一回不去，还分家，做点肉还被他吃了，哪有这么狠心的？一时间议论声不断，林老头脸上臊得慌，可看着2只鸡，他又舍不得。村师叔，你不能这样说，那肉才多少？我家这是母鸡，不少钱呢，赔他1只就够了。村师叔，怎么样也要给我们留1只。村叔叔，他们抢我家肉，还把我从河里捞的鱼也抢走了。我爸为了林刚伤成那样，他们竟然没一点心。这2只鸡说啥我都不会还给他们，让他们知道疼，下次才不敢再抢。要不然我不在家，小弟他们肯定会被欺负。混账东西！你爸是被野猪伤的，跟我们有啥关系？这鸡你必须留给我们1只。你拿1只，年底的大队分粮，你家就别想了。那肉可是俩孩子好不容易煮熟的，你们舔着脸吃，不觉得害臊？咱们村的老少爷们都在这看着呢，你也不怕一人一口唾沫淹死你？林老头弯腰去够鸡的手收了回来，看着村里人鄙夷的眼神，脸上一阵青一阵白。村支书，我不要了还不行，年底要是没我家粮，我家这几口人可咋活呀？下次再传出你抢林老大家吃的，你家粮食绝对没有。林老头立即点头答应。林平安见他服软，不忘把3条鱼要了回来。林老头气哼哼回了屋，村支书让人群都散了，把林平安拉到一边。房子我已经找好人，明天就能拆你家老房，你不用担心，房子我一定帮你们盖好。村支书拍着胸口保证，家里没个大人，虽说孩子成年了，可毕竟没经过事，他这村支书总要帮一把。谢谢张叔，让您多费心了。这是我们自己捞的鱼，您拿去吃。你家都啥情况？我要是拿了你家的鱼，我成啥人了？这鱼给你爸你哥炖了，叔可不能拿。以后有啥难事尽管找我。你的心意，叔领了。村支书说完，转身离开。林平安看着张叔背影，心里发酸。平安，这2只鸡咱们都炖了吗？炖，2只都吃了。如果谁敢再来抢，我把院里那4只全打死吃肉。林平安声音不小，屋里的林老头完全能听到。瘫床上的林老太坐在炕上，嘴里不断流着哈喇子。四婆子，哈喇子流那么多，你嘴没个把门的。衣服都湿了，咋不早早死了得了？害我天天伺候你这安杂东西。哐当一声，林老太直挺挺倒在炕上，口吐着白沫子。林小强，赶紧的去叫赤脚大夫！林小强拔腿就往村里赤脚大夫家跑，而听到他们这边动静的林二菊继续低着头处理手里的鸡。林平安还以为二姐会心软去瞧瞧，不由放心不少。二姐，你只管炖鸡，我去河里把鱼捞上来，一会儿让小韩过来。放心，二姐会把鸡守好的，我这当姐姐的一定不能怂了。林平安点头，转身去河边，而河边的林小涵安静等着，瞧见二哥过来，小脸立刻绽放笑容。二哥，我又打了一些蚯蚓，你看看。小涵，你回家看着点，爷爷他们再搞事，就跑过来告诉我。林小涵重重点头，撒丫子跑了回去。林平安继续辛苦下水捕鱼，等捕完鱼回到家，二姐已经准备好，手里拎着3个包起来的饭盒，小涵端着一碗冒着热气的鸡汤。二哥赶紧喝，快喝！林平安闻着飘香的鸡汤味，一口气喝了一大碗，冰冷的身子暖和不少。出来时，林老爷子瞥了3人一眼。你奶都这样了，你们都不舍得给他喝一碗鸡汤？闻着香得迷糊的鸡汤，他早就按捺不住想抢过来，可又怕他们去告状。哼，我们都分家了，你都不顾我们的死活，我奶的死活我们也管不了。死丫头还敢顶嘴了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再敢动手，我就去告诉村支书。警告完，林平安推着板车带着二姐和小弟进城。林小涵给父亲和大哥送饭，林平安和二姐则到县城医院门口开始摆摊卖鱼。刚钓上来新鲜的野生鲫鱼，好吃不贵，1块1斤，想买的赶紧来，再不买就没了。听他这一张罗，几个买完包子的人好奇地围了过去。小伙子，你确定是野生的？绝对如假包换，都是我们刚从河里捞上来的。这大冷天的下河可遭罪了，到现在腿都冻着呢。就给我来你手上这条，要是野生的，下次我还来。供销社的鱼都是人工喂养，肉质不那么鲜，而且还要鱼票，有时候还抢不着。放心吧，
保准你吃了肉质鲜美，口感紧实，吃完还想买我家的。3斤1两，一共给3块1。大婶也不含糊，掏出钱递给林平安，拿着鱼高兴地走了。其他人见大婶买了，看热闹的也纷纷指着鱼篓里的鱼要买。给我那条草鱼，下买绝对好！给我那条鲫鱼，大点的。没多大功夫，4个鱼篓里的鱼就只剩3条。那3条我全要了，给你包圆，便宜点。不好意思了，这3条已经预留给别人了。太可惜了，明天还是这个时候来吗？对，明天还是下午过来，大家明天再来买吧。林平安不好意思地说完，人群也渐渐散了。林二菊高兴地数了数手里的钱，十分惊讶。37块钱。平安，明天姐跟你一起去抓鱼，多抓点，买鱼的可不少。林平安也十分高兴，收拾好东西就去了医院。你们不是卖鱼去了，怎么回来了？妈，我们卖完了，你没看见？平安那一吆喝，好多人都抢着买，最后都没够卖。张翠兰这才放下心来。林平安把剩下的3条鱼递给病房里预定鱼的人，随后便去了2楼。赵婉婉早在走廊里等着了。婉婉，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们的，等着我明天来接你们。1日一大早，林平安办完了出院手续后，就赶着牛车将婉婉母女2人送回了家。一进门，吴桂芳就一脸怒容地冲了过来。小兔崽子，你还有脸回来？林平安不想跟他废话，扶着孙玉梅就往屋里走。吴桂芳立马挡在他们前面。咋还想把他们母女接到这儿来住？这是林家，可不是这赵家。还没结婚就想把别家女人领进屋，真是不害臊！二弟妹，我们平安和婉婉早晚会结婚，现在婉婉肚子里有平安的孩子，我们接过来照顾也是应该的。而且我家现在也没人照顾，只能请亲家母过来。切，我还没听说没结婚就有孩子的，真是伤风败俗，不知道检点。不过没结婚，那就不是林家人，他们母女不能住在这儿。凭什么？吴桂芳，我们可分家了。我们答应1个月后搬走，在这1个月，这房子我们有权决定谁住。是分家了，可也没让你们带外人进来，让老爷子和我男人跟一个寡妇住一个院子，传出去像什么话？今天你们休想让他们进门！吴桂芳气势很足，声音不小。街坊邻居听到他家又出事，纷纷围了过来。林勇媳妇儿担心的也没错，要是传出去风言风语，谁知道能说成啥样？是啊，这没结婚就住一起，传出去多不好听。孙玉梅眼圈泛红，含着泪水，任谁被这样当众议论，心里都不好受。更何况她这个寡妇要跟其他男人住一个院子，说出去是不太好听。我们还是走吧，亲家，我们不给你们添麻烦了。二婶，你把你妈接过来可住了1个月，你妈也是寡妇，当时咋不顾及我爷爷的名声？当时那是特殊情况，我妈是生病，没人照顾，我这个做女儿的能不管吗？林勇，你是死的吗？这么半天还不出来，你是死人啊！没听见我们说话，给我挡住了！这个门他们赵家人休想进来住！眼瞅着孙玉梅带着女儿就要走，林平安气急，拿起一旁的锄头。谁敢拦着，我就砸谁！他们是我未过门的媳妇儿和丈母娘，赵家那样的虎狼窝，让他们回去还有活路吗？你们2个要是想拦着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林平安怒目圆睁，高高举起手中的锄头。林勇吓得赶紧从屋里走出来，他这个侄子可真是敢下手的，连忙打圆场。平安，二叔不想为难你，这样吧，让他们住也不是不行，你让他们出点住宿费给你爷，你爷一高兴让他们住下，你二婶和我也没啥说的。就是住人家房就该出点钱，1天1块，我们也不多要。我看你们是想钱想疯了。就在这时，人群散开，张老太太和大舅妈李芳走了进来。瞧见来人，张翠兰连忙走过去。妈，你怎么过来了？这不是怕你没钱周转吗？你大哥去煤矿预支了点工资，我赶紧给你送过来。张翠兰眼睛湿热，声音哽咽，要不是她娘家一直支撑着她，这日子真的更难挨。林平安看着外婆和大舅妈，心里满是自责。他这几天只想着怎么挣钱了，竟把外婆一家的事忘了，还害得他们特意跑过来给他家送钱。别哭了，这又是咋了？是不是老二家的还想欺负你？有妈在，他敢！吴桂芳没想到这时候这难缠的老太太能过来，
可这事儿他占理，说出大天去，这钱他也必须给。这样想着，吴桂芳硬着头皮站了出来。大娘，我们林家可是正经人家，还有2个大老爷子呢，他们母女住进来，传出去也不好听。我想着都是一家人，让他们给点住宿费，让老爷子答应，也省得外人说闲话。嫌别人说闲话，你们搬出去啊！分家的时候白纸黑字写着呢，他们住这1个月，你要是想反悔，这家那这分家就别分了。不可能不分家，他们欠外面1000块钱，要是一起过，还要我们帮着还，我们才没那么傻。哼，既然不想一起过，那就赶紧让开。我老婆子身板不好，你再瞪眼珠子凶我，我可害怕。万一我心脏病发作，那可都是你害的。吴桂芳被张老太太怼得后退好几步，只能瞪着眼睛。可谁让这老婆子真是刁得出了名。看着几人进屋，她愤恨地喘着粗气。老婆子，我们林家收拾不了你，我看赵家来人，你怎么对付？进了屋，孙玉梅依旧坐立难安。亲家，我回赵家吧。我一个寡妇住在这儿，会被说闲话的。要不这样，你们母女搬去跟我和儿媳妇一起住。我大儿子在煤矿，二儿子在部队，也不常回来，正好跟我们做个伴儿，也省得在这儿受气。妈说的是，你们先搬去我家。树林说下煤矿得1个月才能回来，正好跟我们住。不好吧，嫂子太麻烦你们了。你看看你那兄弟媳妇儿，就算亲家母女住进来，他指不定还会闹出啥幺蛾子。去我家绝对没事儿，咱们这关系谁跟谁呀？你还担心我欺负你们不成？嫂子，瞧你说的，你的人品我还能信不过吗？就是觉得太麻烦你了。有什么麻烦的？都是一家人，就这么说定了。一会儿收拾收拾就去我家。孙玉梅还想再反对，却被张老太太轻轻制止了。玉梅，我听说你绣工不错，你住我家，我不让你白住，你就给我绣几个花样。外婆一顿劝说，最后敲定去外婆家。孙玉梅还开心地答应去教大舅妈刺绣。外婆，你们先等我一会儿，我去河里抓几条鱼带着。你小子去吧，抓几条大的。你看婉婉和你丈母娘都瘦成啥样了，可得好好补补。林平安带着林小涵去了河边，费了半天时间，一共捞了9条。两人又来到村支书家，正好碰到他媳妇儿张婶子开门。婶子，我捕了几条鱼，多了也吃不下，给你2条尝尝鲜。不成不成，你家欠那么多债，哪好意思要你家的东西？婶子，你要是不拿，这几条鱼我们家也吃不完，总不能放坏了。林平安好说歹说，张婶子才把鱼收下。回到家，林平安发现家门口围满了人，院子里传来外婆怒骂声，挤进去便瞧见，发现外婆手拿着菜刀指着赵家人。你们敢再动他们一下，我这刀就不客气了。反正我老了，杀一个够本，杀2个还赚一个。你们要都上，我也不介意都杀了。敢从我老婆子手里抢人，你们就试试。外婆手上拿着刀，气势骇人，赵家人没一个敢上前的。张翠兰手上拿着锹，大舅妈拿着扁担，怒目对着赵家人。后面孙玉梅和赵婉婉捂着脸，眼神惊恐。林平安冲过来，对着赵松后腰就是一脚，赵松一个前扑趴在地上。敢打我丈母娘和媳妇儿，看我不打死你！赵家老大瞧林平安凶狠的样子，不敢动手。躲到门口的赵老太见没有办法，坐在大门口地上就是哭嚎。天杀的啊！我家老三死得早，这侄媳妇也不认我这伯伯了，还不要脸的跑来赵家，没结婚就住，邻家还拿刀砍人，有天理吗？村民看的也热闹，而就在这时，外婆端着一盆冷水，哗啦一声浇在赵老太脑袋上，赵老太被淋了一个透心凉，身体反弹似的站起来。你敢扑我！张老太，别以为没人敢招惹你，你就无法无天！我去派出所告我啥？赵婉婉虽说是你们赵家人，可现在是自由结婚，那还用你当奶奶的包办？你把她卖给傻子，就是跟政府作对，就该把你先关起来，你还告我？我不告了，你把刀拿开，这刀要下去，你也得挨枪子儿。他们母女我不管了，可以吗？而就在这时，赵老太瞧见村支书过来了。村支书，快救我！赵老太要杀人了！村支书瞧见赵老太脖子上的刀，也吓了一跳。张老太，有话好好说，千万不能动刀啊！万一伤人，
这事儿就大了。村支书，我拿刀是因为他们赵家带人想把我外甥媳妇儿抢走买傻子，我要不反抗，他们母女哪有活路？还有这事儿？现在咱村提倡婚姻自由，包办婚姻都要被派出所抓起来的。啥包办婚姻？人家是3媒6聘给了彩礼的，谁像林平安不声不响就把我孙女接过来，他这是干啥？还想一分不花娶媳妇儿？彩礼你给谁了？人家婉婉妈可没收到啥彩礼钱。你个坏了心肝的老婆子，收了钱把孙女嫁给傻子，你心里过得去吗？的确是他们赵家过分。张老太，你把刀快放下。我拿菜刀都是他们赵家逼的。村支书，既然你说了，那就让他把婉婉母女分出来，脱离他们赵家。不行，他们生是我们赵家人，死是我们赵家鬼。我们老三死了，我养着他们孤儿寡母，现在拍拍屁股就想走人，哪有那么好的事儿？我老太太这条老命死了也就死了，今天就把你老婆子带走，也省得你来我外甥这儿再捣乱。外婆，你这条命换他的太亏，不值得。我就叫人去派出所把你们都抓起来。听到派出所，李富贵停住脚步，他没少因为他儿子被骂傻子生气打人，上次打得太狠，派出所警告他，如果再犯就直接把他关进去。村支书，既然你不让我打，那他把我儿子打成这样，你怎么解决？要是解决不好，我就报公安。对，敢把我儿子打出血，就敢把他抓起来。富贵，其实这事儿要怪就怪赵家，他们收了你家的彩礼，可赵婉婉和她母亲已经同意嫁给林平安。赵婶子，我们家可给你200块钱和半头猪作为彩礼的，你收了彩礼，现在还想反悔？钱已经被我分了，肉也被吃了，这可退不出来。富贵，这事儿就你知我知，啊。富贵啊，婉婉肚子里的孩子毕竟是林平安的，怎么说也要嫁给他，这事儿咱们再商量。不对劲，这老太太什么时候有这么好心？就在这时，晕倒的傻子醒了过来，听到婉婉要嫁别人，坐在地上哭嚎着，耍起了无赖。孙玉梅感觉林平安说的有理，不由躲开了赵老太的手。你敢不听我妈的，赶紧带着婉婉回家，不然有你好果子吃。干啥？还想当着我面打人？既然你说了要把婉婉嫁给林平安，我们村这么多人都听着呢，你要是不作数咋办？不行，不能让他们回赵家。没等赵老太回答，林平安斩钉截铁的毅然拉住赵婉婉的手。村支书刚想张口劝说，一道身影狠狠撞了他一下，他险些栽倒。等缓过神来，就看见一个光头胖乎乎的傻小子正死死抱住婉婉的腰，嘴里念叨着：“媳妇儿，我的漂亮媳妇儿，快跟我回家洞房！”伴随着一声惨叫，下一秒傻子就被人一拳打倒在地。傻子摸了一把鼻子，看到血直接晕了过去。我去，啥情况啊？我也没用多大力，人怎么就晕倒了呀？这时2个中年男女走了进来，傻子母亲瞧见晕倒的儿子，立刻扑。妈，你别想不开，把刀放下！而这时一阵恶臭从赵老太身下散发出来，赵老太刚才太害怕，大小便失禁了，缓过神又羞又怒。老二，去报警！他拿刀砍我，要让这老婆子去坐牢。妈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跟你回家，这事跟他们没关系，你别去报案了，好不好？现在知道回去了，晚了。老二去报公安！敢拿刀砍我，我可不是好欺负的！你赶紧去派出所，到时候抓的可不是我。你们赵家包办婚姻，收了钱卖孙女，我可是见义勇为，拔刀相助。玉梅，赶紧起来，别跪他，咱们有理。看警察过来是抓他还是抓我？林平安上前一步，把孙玉梅扶了起来。赵婉婉也扶着她妈妈，眼圈里全是泪，瞅见她红肿的脸颊，不由攥起拳头。你们不是去报案吗？赶紧去啊！等他们过来，我倒要问问，你们打我未过门的妻子和丈母娘，他们会咋办？赵老太也明白过来，这是真要闹到派出所，他们这边还真不占理。她3角眼看向孙玉梅，语气缓和了些。
玉梅，我这婆婆自认为待你不薄，我过来只是想让你回家，你咋还把意思理解错了？婉婉的婚事我也不管了，她爱嫁谁就嫁谁吧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彩礼咱们都收了，那傻子来要人，咱们把谁嫁过去？谁收了彩礼？我们婉婉肚子里有林平安的孩子，哪能嫁给别人？你们母女先跟我回家，等林家准备好就来娶婉婉。妈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不反对婉婉嫁给平安了？婶子，别信他的话，他如果真同意，就不会收傻子家的彩礼。现在把你们骗回去，再把婉婉偷偷送过去。上次你们被绑起来，不就是他们这样？不过来。儿啊，你怎么了？谁把你鼻子打流血了？不知道你不能见血吗？是谁打我儿子？赶紧给我出来！我儿子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让他好看。这不是大河村的杀猪匠吗？他怎么来了？还看不清楚吗？他憨儿子上来就抱着赵婉婉喊媳妇儿，8成赵家收的就是他家彩礼，难怪说要嫁给傻子。这下可完了，听说他打人往死里打，宁可赔钱也要面子。唉，赵家真是造孽，婉婉就算是个哑巴，也不能嫁给李憨憨啊。亲家，就是他打的你儿子，还想把婉婉抢去做他媳妇儿。就你打我儿子的，还敢拉着我儿媳妇？今天看我不打杀你！他怒吼着冲过来，张老太拿着菜刀冲过来挡在林平安面前。滚！你们想干啥？当我这个村支书是死人吗？你们敢动手打一下？婉婉是我的，不许她嫁给别人。不把婉婉嫁给我，我就不活了，我要绝食。儿子，你放心，妈给你找个更好的。快起来，咱们回家了。我不要，我就要婉婉。今天不把她带回家，我就在这儿睡觉。赶紧起来，地上太凉。婉婉她不嫁给别人，等她回家就嫁给你。赶紧起来。啊，真的？那我回家等着，婉婉就能回来，对吗？对，咱们先回家等着就行。李富贵瞥了一眼拿着菜刀的张老太，心里有些发冲。瞧他们要走，赵老太松了一口气。等把赵婉婉母女骗回家，一切就都好办了。可他们不知道的是，这点小伎俩林平安早已识破。村支书，我想现在就跟赵婉婉把结婚证领了。不行，婉婉是我的，我要跟婉婉结婚，婉婉是我媳妇儿。林平安感觉身后的婉婉浑身颤抖，他安抚地投去一个放心的眼神。有我在，我不会让你嫁给他。我媳妇儿跟别人好了，我不干，我不干！赵老太，你就这样看着他们领结婚证吗？你可答应把婉婉送到我们家的。你放心，他们林家都没给彩礼，还想娶人，哪有这样的好事？你们先回家，等把婉婉带回家了，咱们再商量。这时的孙玉梅也看明白了，她这婆婆是想把他们先骗回家，再把婉婉嫁给那个傻子。我女儿能嫁给林平安是她的福气，彩礼我1分不要，你们想领证我不反对。妈，咱们走吧。赵婉婉有身孕，住柴房对肚子里孩子不好，我自己跟你回去。赵婉婉的婚事啥时候你能做主了？还1分彩礼不要，你想屁呢？吃我的喝我的，养活你们我容易吗？等回家，赵婉婉就嫁去李富贵家。妈，那我们分家，以后我跟赵婉婉都跟你们没关系了。分就分，哼，看你们孤儿寡母以后受了欺负找谁撑腰？妈，不能分啊，分了谁做饭？少了2个人的工分，可少不少粮食。妈，你别生气，三弟妹说的是气话，婉婉的婚事咱们再商量。要是把他们分出去，别人该怎么看咱们赵家？孙玉梅，我知道你受了委屈，这样吧，分出去我同意了。明天赵巧云结婚，你们先跟我回家，等办完喜事儿咱们再说，你看怎样？赵老太，你不用耍这些手段，跟你回家，
等着你把赵婉婉送给李家，拿别人都是二货呢。宝儿，奶奶跟你说，赵婉婉可是我外甥孙子的人，你要敢娶赵婉婉，我就拿菜刀剁了你那撒尿的玩意儿！同志，我是一时鬼迷心窍，可不能让我坐牢啊！我这把岁数去坐牢，不是给国家增添负担，他的婚事我不管了，你们别抓我去坐牢。知道错误就是好同志。让你孙女写个谅解书，把李富贵彩礼还回去。妈，我都被他打成这样了，彩礼咱不还。你不还，还要你妈一把岁数蹲大牢吗？你们哥俩赶紧把我给你们的100块钱拿出来。家里的钱实在没有那么多了。林平安，既然你想娶婉婉，那这些彩礼就该你来还，总不会连彩礼你都不想给吧？赵老太3角眼闪过惊喜，果然还是他最疼的孙女聪明。是啊，婉婉既然嫁给你，彩礼你应该给，你给李富贵这钱就相抵了。妈，我说过婉婉嫁给林平安，我不要彩礼，你别再逼他们了。赵婉婉我不娶了，我要见我小丁丁。妈，赶紧你告诉他不要来找我。你怎么拿刀吓唬我儿子？我儿子要是吓出个好歹，我跟你这老太太没完。没完就没完，谁敢强娶我外甥媳妇儿，我这条老命就跟他拼了。咱儿子都说不娶婉婉了，把彩礼要回来，免得以后真出傻事。李富贵瞅着老太太拿刀的很近，像是要来真的，又看了看吓得浑身发抖的儿子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好吧，咱不娶赵婉婉了，儿子别害怕。李富贵，是你说不介意赵婉婉肚子里有孩子，你说不娶那可不行，彩礼我可不退。赵老太，当初我儿子看上婉婉，你要那么多彩礼，我也认了。现在是你家没把事儿办好，招惹了这老太太，想不给彩礼，你敢不给就别怪我去你家抢。你抢一个试试！你要敢去，我就去派出所告你私闯民宅抢劫，让你坐大牢。李富贵觉得他就挺横，没想到这赵家人比他还会耍横。李富贵忍无可忍，直接和赵家兄弟打成一团，这下是没一个人敢上前阻拦。住手！不要再打了！李富贵，我们有没有说过，你再打架就把你关进大牢？同志，这次真不是我的错，是他们赵家不把孙女嫁给我儿子，彩礼还不还？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以前都是别人告他打人，今天怎么反过来了？他说的都是真的吗？赵老大和赵老二低着头，支支吾吾说不出话。同志，我是这村的村支书，李富贵说的是真的。村支书把刚才发生的事都说了一遍，警察的目光看向赵老太。老太太，你孙女有自主婚姻的权利，你收钱强迫她嫁人，属于包办婚姻，可是要坐牢的。行吗？嫁人就要收彩礼，这钱就该他出，他要不出，婉婉也别想嫁。赵婉婉拉着母亲，眼圈全是泪。孙玉梅看着女儿，眼神变得坚毅。好，那从今以后，我和婉婉就不是你们赵家人，你们赵家的东西，我们娘俩什么都不要，把我们娘俩从户口本分分出来就行。以前孙玉梅女儿孤苦伶仃，无依无靠，想仗着赵家有个依靠，可现在她想明白了，为了女儿这个家，她必须分。既然你想分，那就分出去，以后受了欺负，看谁来罩着你们，不知好歹的玩意儿。听到这话，孙玉梅心里踏实了，紧紧拉着女儿的手，因为赵家人就是无赖，怕他们过段时间想反悔，过来找麻烦。林平安叫来了孙支书，当着大家伙的面写了分家文书，按上手印各持一份。最后赵家也极不情愿地把彩礼还给了傻子一家。人群散开后，赵老太三角眼弯了一眼孙玉梅和林平安，转身离去。吴桂芳见热闹没得看，转身要进屋。张老太瞥了他一眼，拎起水井旁的水桶往他身上泼。烂嘴的东西，林家咋娶了你这样一个不是东西的玩意儿，还去叫人来，丢人现眼的东西，不知道自己也是林家人吗？吴桂芳被泼得全身都是水，气得全身战栗。该死的老东西，你凭啥说我去说的？敢泼我一身，我可不是吃素的！再
再敢进一步，我就划了你的嘴！再让我知道你给我外甥一家告状，我就拿这把菜刀让你脑袋开跑！吴桂芳被吓到了，直愣愣地看着眼前明晃晃的刀，最后哭着跑回屋。院子里的林老头和林勇就那么看着，没敢上前。走，咱们回家。张老太亲热地拉着孙玉梅，一只手不忘拿着手里的菜刀。亲家，菜刀能不能留下？中午我们还要用它切菜。亲家公，老二家去嚼舌根你不管，我哪拿把菜刀你就舍不得了？这把刀就当你欺负我女儿和外甥的代价。下次再嚼舌根，这把菜刀不定就长在谁身上了。回到外婆家，林平安开始清理今天捕的鱼，想着晚上让大家好好吃一顿。林小涵就在旁边打下手。翠兰，你可是有福的，俩儿子争着干活。说完，大舅妈眼中闪过几分忧伤。外婆瞧见儿媳妇那眼神，不由叹了一口气。林平安看着外婆和大舅妈，神情不由想到前世。大舅和大舅妈因为一直没有孩子，也去医院做过检查，却没检查出任何毛病。后来医术发达了，大舅被检测出是下煤矿接触化学物质造成不孕。大舅决定上完那1个月就不去了。可就在那1个月，大舅被压在矿洞里，到死也没有孩子。如果这一世大舅不再去下煤矿，兴许会有孩子。大舅妈，我上大学的同学，他妈是妇产科的大夫，他妈说下煤矿也会影响男人生孩子，大舅会不会也是因为下矿？是啊，我们张家可从来没有这种生不出孩子的人，也没办过缺德事，咋就没有孩子呢？平安，你说的有理，下个月就不让你大舅去煤矿了。妈，二弟说过年要娶媳妇儿，彩礼怎么还没凑够呢？这可怎么办啊？唉，就让树林先去几个月吧。听到二舅过年娶媳妇儿，林平安脑子嗡的一声就炸了。那个儿媳妇，二舅不能娶啊！算了，现在说出来也没人能信，只能等过年二舅把媳妇带回来再拆穿。都是我这老婆子没用，委屈你了，小芳。妈，说啥委屈？能嫁进这个家我就知足，你待我跟亲闺女似的，我不委屈。林平安此时看着眼前的家人，只想着赶紧找个赚钱的活，让大舅别再去下煤矿。现在是80年，改革开放虽然放开，可有的抓的还是严。现在没有本钱，只能等质疑那批货做出来，销售出去才能大干一场。吃完饭，林平安说了一声，带着小韩去抓鱼。管王大炮家借了捕鱼笼子，就往河边赶。可刚到河边，就看到2个熟悉的人影站在岸上捞鱼。林平安好笑，赵巧云和周文斌拿个捞鱼网连河都不下，还想捞到鱼，简直痴人说梦。他不再赶，拿着鱼篓继续往前面走。哼，别以为就你能捞到鱼，我们捞的绝对不比你少。他自信说着，拿着渔网使劲往前捞，又怕鞋子湿了，离水远远的。哪会有那么傻的鱼，会游到这么浅的地方等着被捞？真是没眼看！就这样还想捞到鱼？下辈子吧。你才捞不到鱼，你等着，我们捞给你看。林平安懒得再跟他们废话，他找了一个离赵巧云不近的地方。林平安把蚯蚓放进鱼篓，将4个都放好后，回到岸边跟林小涵耐心等待。这时赵巧云和周文斌拿着捕鱼篓走了过来。文斌，你去把捕鱼篓下到河里，他们能捕到鱼，咱们也能。这水也太凉了，咱们明天还结婚，我要是感冒了不好。有啥不好的？等捞到鱼，回家我给你补补。赶紧去吧，捞3条够咱们明天结婚宴就行。等回了城，这样的老婆不要也罢，根本不顾我的身体，一点温柔劲儿也没有。要不是为了返程，我才不会娶她。好，我这就下水。快点儿！不行，这里我二哥下了捕鱼篓，你们下去会把鱼惊跑的。这河又不是你家的地方，你管我在哪儿下捕鱼篓？文斌就在这下。林小涵被突然推一下，险些坐在水里。林平安眼疾手快，直接扶住小弟。刚才懒得理他们，一直注意水面，没想赵巧云上来就敢动手。林平安一个用力踹了周文斌屁股一脚，本来还在踌躇要不要下河的周文斌一下扑进河里。林平安，你个混蛋，你干什么？哼，赵巧云，要不是看在你怀孕的份上，这一脚就是赏给你了。周文斌猝不及防，在水里扑腾。赵巧云着急，迈进水里一步，立马又收回脚。水太冷，他可受不住。你为什么踹他？我老公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跟你没完！
刚才你差点把我弟推进水里，你就不知道冷了。周文斌被踹下河都是拜你所赐。他拉着小弟站到一边，这时周文斌哆嗦着从水里站起来。巧云，别跟这样的人生气，他就是嫉妒我有钱娶你，不就是捕鱼吗？我现在就去下河。林平安敢把我踹下河，这仇必须报。既然我抓不到鱼，就让他们一条也抓不到。周文斌哆嗦着拿着捕鱼篓往河里走，感受脚边有东西，嘴角露出一个阴险的笑，把捕鱼篓挨着放在林平安的旁边。不要脸！那明明是我哥的捕鱼篓，你干嘛放那儿？放心，咱们捕鱼篓里可放了东西，就算他们放在旁边，鱼也不会进去。果然，在岸上的周文斌瞧见鱼篓上方有动静，立刻下河去捞。而林平安动作更快，抢先一步拿起捕鱼篓，里面2条大鲫鱼活蹦乱跳，而周文斌的鱼篓却什么也没有。林平安，凭啥我家鱼篓里没鱼？是不是我家鱼篓的鱼都跑你们家鱼篓里去了？啊！赶紧把我家鱼还给我！你怎么知道是你家的鱼？鱼都在河里，你是看见了，自己逮不着还想讹别人，你找错人了。哼，文斌，反正你都湿了，在水里多走几圈，咱们捕不到鱼，他也别想。周文斌刚要上岸，浑身冻得都快结了冰，他不想去，可赵小云哪会同意？你要不去，明天的喜宴就不办了，回城的事你也别想。要不是为了回城，我怎么可能会娶赵巧云？当初怎么瞎了眼，还觉得她温柔，这他妈就是个泼妇。好，我这就去，为了你，我什么都愿意。他努力挤出一个笑容，转身去河里走，来来回回走了好几圈，河水被搅浑，林小寒气得掉眼泪。哥，怎么办？咱们捕不到鱼了。哭啥？咱们又不是这一个办法。回家去拿炸雷。哎，我这就去。你就让周文斌在河里一直搅和吧，反正你男人你不心疼，我没话说。我们文斌身体棒，谁像你瘦弱不惊风？就是，我才没你那么弱不禁风。你强壮，你厉害，在河里享受吧。我可怕冻，我得好好烤烤火。岸上的赵巧云气得跺脚，看林平安舒服烤火，拿起一旁的树枝就往火堆上打。赵巧云，别以为你怀孕我就不敢跟你动手。你让周文斌下河，你为什么不下？我还以为你们是什么真爱，到现在我才看出来了，你就是拿回城威胁周文斌。如果他回城了，看你拿什么再要挟他。巧云，别听他挑拨，我回了城安顿好就来接你，你要相信我。哎呀，男人的话要是能靠得住，母猪都能上树。最牢靠的就是把结婚证领了，以防万一。渣男贱女赶紧锁死，省得再害别人。赵巧云点头，周文斌却急了。林平安，我们俩的事跟你有啥关系？我俩就算不领结婚证，我也回来接她。她肚子里可是我的孩子。哦，是吗？就怕到时候你父母逼你娶妻，你不结也得结。赵巧云在乡下带着孩子就可怜喽。如果照林平安说的，还真有这个可能，还是尽早把结婚证领了。周文斌害怕真要把结婚证办了，有人举报他，到时候就回不了城了。巧云，你放心回去，我就跟父母说回来娶你。文斌，我相信你，不过你爸妈那儿万一不满意我和孩子就没有一点保证。不如你回城那天，咱们把结婚证办了。巧云，万一有人举报，我回城就费劲了，以后该怎么给你好日子啊？你相信我，我会回来接你的。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怎么没办法？回城当天你跟他一起去，他要是不带着你，就证明不想跟你结婚。对呀，这个办法好，既不影响你回城，我还能跟你一起去。去吧去吧，到那儿等着你的肯定是个大惊喜。周文斌攥紧拳头，心比身体还冷。他本就不想娶赵巧云，回城更没想来接她。可现在他不答应，恐怕这城他是回不了。巧云，那回城当天你跟我一起去，不过要委屈你了。也就在这时，林小寒提着一个蛇皮袋跑了过来。林平安接过蛇皮袋，从里面拿出一个绑好的铁盒子。周文斌，你从河里是出来还是不出来？我可要炸鱼了。就你手里那玩意儿炸鱼，它能响吗？别想吓唬我，我就不出去。
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他从兜里掏出火柴，点燃引线，随即用力一扔，只听轰的一声，鱼雷在水中炸开，大量的水花冲天而起，一条条鱼也从水里飘上河面。我去，这破铁盒有那么大的杀伤力，刚刚如果离再近一些，都能被那股爆炸力掀飞了。让你不出来，现在好了吧？被水浇也是活该。周文斌反应过来，气得上岸就想打人，赵小云却看到河面飘上来的鱼，惊喜大叫：文斌，河里有鱼，那么多鱼，赶紧去捞！周文斌，你捡一个试试，信不信我把你炸上天？文斌，他不敢扔，你去捡。他要是敢扔，他也要坐牢。哼，那你去河里捡一个试试，看我敢不敢扔。反正我一条命换你们2条也挺值得。说着，他拿出火柴，呲咔一声，火柴被点燃。下去捡啊！你不怕死就去啊！水里的周文斌不知是害怕，见他真的点燃了手里的铁盒子，立马大步从水里跑了出来。鱼我不要了，我不想死在这儿。你个窝囊废，他还真敢炸你，那是吓唬你呢。那你去捡啊！他要真把我炸死，你就等着守寡吧。也就在这时，河里又发出轰的一声，两人看去，刚才周文斌站的地方被炸出大片水花。看看，我要是不走，人就没了。林平安，你有种给我等着！好啊，我随时奉陪。赵小云气得跺脚，看着远去的周文斌追了上去。二哥，刚才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要把他炸死呢。幸好他跑得快。二哥没那么傻，换他们的命不值。他说完下河去捞鱼，把鱼都捞上来，装了整整4篓子。因为今天炸鱼，鱼有的被炸晕或者吓死，他决定直接去黑市。过了半个多小时，两人来到黑市卖完钱，林平安攥着手里的53块钱，心里很是高兴。走，哥带你去买书包、铅笔和本子。真的，我也可以上学了。二哥，你真好。林平安看小弟高兴，脸上尽是笑容。他现在能赚钱了，小弟能早上学，还能多学点东西。来到供销社，林平安让小韩挑书包。二哥，这书包也太贵了，要不别买了。哥有钱，你尽管买。见他低着头不说话，林平安让售货员把那军绿色书包拿过来。刚才小韩看了好几眼，分明是喜欢的。林平安付完钱，把书包给林小韩。他抱着书包爱不释手，看着弟弟高兴，他也高兴，又买了几个铅笔和本子，一些肉、麦乳精、桃酥和罐头。到外婆家时，外婆他们正在屋炕上吃饭，张翠兰不在，估计是去医院了。4人有说有笑，很融洽。瞧见两人拎着一大堆东西过来，外婆赶紧下炕拿来2个碗，给他们一边盛饭一边埋怨：买这么多东西，是怕外婆亏待了你媳妇儿和丈母娘，明天把东西退了。唉，外婆这什么都有，不用你买。林平安却笑着把东西放在柜子上，接过外婆手里盛得满满的大米饭。外婆，我现在有钱，今天卖鱼我挣了50多。外甥我有钱了，当然要给你们买些东西。平安，你说真的，一天就赚50？你大舅下煤矿1个月才80多，你2天都顶他1个月了。大舅妈，今天才干半天，要是干1天，我二哥能赚小100呢。平安，要不让你大佑跟你干吧？好啊。其实捕鱼的活不会那么长久，尤其用炸雷，很快就会被禁止。不过大舅能提早不去煤矿，这也是我想看到的。只能现在多抓点，多卖点钱。来，吃点这个。他眼神瞥向赵婉婉，赵婉婉拿着碗，碗里全是外婆和大舅妈给夹的鸡蛋。发现林平安看他，脸又红红的。平安，不如我们先回赵家住吧。我的伤好的差不多了，在这儿太麻烦你外婆和大舅妈了。回去干啥？不怕他把婉婉卖了？等我儿子回来，我让他去平安家住，你安心在这儿住着，别人敢说啥，我撕了他们的嘴。都是我不好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哎呀，有啥麻烦的？有你们在这儿住还有点意思，以后啊还得请你教我刺绣呢。哈哈，让大舅住我家，有大舅在，
看爷爷和二婶再敢欺负我们。有你大舅在，他们敢。快吃吧，瘦得跟个猴似的，以后长不了大个儿，看你怎么找媳妇儿。谢谢外婆，等我长大了，一定长得高高壮壮，跟大舅一样，娶个好媳妇儿。他迫不及待说完，夹起桃罐头咬了一口，脸上尽是满足。才几岁的小人儿就知道娶个好媳妇儿了。吃完饭天已经有些黑了，林平安带着小汉回到林家，林小汉推门，门居然从里边插上了。爷爷、二婶，给我们开门，我们回来了。小韩，别喊了，他们是故意不给咱们开门。既然他们不让咱们进，咱们去村支书那儿。来到村支书家，张婶子正在院子里往外张望着。平安，这么晚你们咋来了？不会又出啥事儿了吧？我们是来找村支书的，我爷他们把门从里边关上了，我们进不去。他早就想好来告状，这个亏他们可不能吃，要不然他们经常这么干。这1个月他们可有的干了。你爷他们也太过分了！只是你张叔去了西家汪孙支书那儿，到现在还没回来，我也着急呢。婶子，你别急，我去看看。因为天有些黑，他让小韩在婶子家待一会儿。没一会儿，林平安就到孙支书家，还没进门，就听见赵家人愤怒的声音：林平安今天把我孙女婿下到医院去了，他要是不赔钱，我们就去报案。你们还想偏袒他，我们连你们一起告。赵老太太声嘶力竭，林平安站在外头听得清楚，赵老大和赵老二都在。他刚要进院子的脚缩了回来，他如果现在进去了，恐怕赵家人闹得更凶。想到赵小云明天结婚，林平安嘴角勾起一抹坏笑。他转身跑去赵家，偷偷来到正对着茅房的院墙，拿出火柴点燃手中的木棍，点燃后快速往墙里一扔，撒腿就往村支书家里跑。他要赶在爆炸前到那里。幸好孙支书离赵家不远，他摸了一把头上的汗，推门大步走了进去。林平安，你还敢来，把我孙女婿吓得进了医院，赶紧赔我们100块钱。林平安刚要开口，就听外头咚的一声，2位村支书感觉不好，快步跑了出去。这啥味儿啊？咋这么臭？有人大晚上掏粪坑咋的？也太臭了！不好了，咱家粪坑炸了，院里全是屎！奶奶，家里打雷放炮还下石雨，吓死我了！别哭了，先回家看看到底咋回事。妈呀！我踩屎了！地上咋这么多屎？赵家茅房没了，墙都倒了，幸好里边没人。这时，赵老太从屋里传出杀猪一般的哭嚎声。孙支书心惊肉跳，不顾地上的屎，一进屋就傻眼了。茅房作为脚踏板的一块石头掉在炕上，把大炕砸了一个大窟窿，房顶也开了天窗。天杀的，这是咋弄的？我老太婆还咋活呀？村支书，你一定要帮我们找到那个贼人啊！我的母猪啊，这不是要我的命的吗？赵老太立刻爬起身冲了出去，瞧见周秀花在猪圈里抱着猪哭丧，赵老大和赵老二垂头丧气的样，眼皮猛地跳了起来，心中预感不好。等到了近前，更是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哪个贼人这么缺德呀？把我家母猪给砸死了！天杀！我去，原本只是想使涂满整个院子，没想到这次居然砸了屋顶和炕，还把猪砸死了。林平安按捺不住心中喜悦，笑了一声。在后面的赵松看到他脸上的笑容，立刻就察觉了不对。林平安，你笑啥？这事是不是你干的？我笑怎么了？你家做了那么多亏心事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，这都是给你们赵家的报应。如果再这样昧着良心，恐怕炸的不光是茅房了。是啊，这大概就是天罚，就这样的威力，是人都没法做到。赵家应该是得罪天上哪位了？有人附和，其他人也是点头。林平安没想到，他随口一说，倒把自己摘干净了。赵松气得眼里冒火，可他想了半天也找不到啥理由。正在这时，赵小云扶着周文斌走了进来。现在是新社会，哪会有什么天罚？大家不要迷信老天爷，肯定是人为弄的。我看这事儿就报案吧。我看文澜说的是，老大赶紧去报案。
这事儿必须揪出谁干的，不能便宜了某些人。老太太拿这样恶毒的眼光看我，还怪在我头上。你家发生事儿的时候，我跟你们一样都在村支书家，少拿屎盆子往我身上扣。他早就做好准备，就算怀疑，也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是他做的。就算公安来，他也有不在场证据。就算不是你，你也有嫌疑。赵松看好他，绝不能让他跑了。哼，你让我走，我还不走呢。赶紧去报案，我还等公安来替我做主呢。下午赵巧云和周文斌不让我捕鱼，在水里着凉发的烧，还想让我赔100，真觉得我好欺负是吧？赵家吃这么大亏，肯定不能善罢甘休。我要是走了，以后风言风语更多，等公安来最好。林平安，要不是你拿炸雷吓我，我能发烧吗？去医院就花了50，赔100就算便宜你了。